你放我离开好不好？你做梦！你离开以后想去哪里？去勾引别的男人吗？你是老子的女人，生是老子的人，死是老子的鬼。王春雪感到很绝望。那天被萧应踹了一脚后，她小产了，孩子没了。她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可是身体却虚弱无比，在床上躺了很多天。张氏嫌弃她，不愿照顾她，是萧忠在照顾着她。可萧忠是一个粗心大意的烂人，根本照顾不好她。她吃喝拉撒全都在床上。求求你放我走！连你也想离开我，连你也看不起我，我不可能放你走的。要不是因为你，叶棠也不会离我而去，我也不会受到这么多的羞辱，都是你害的。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害了我，害了我的儿子。小钟，你滚出来！完了，他们竟真的回来了，他们肯定已经把真相告诉了大家，我的事情瞒不住了。小钟，你滚出来！你以为躲在家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你有胆子骗大家，没胆子承担我们的怒火，你就是个懦夫。比上次帮我搬嫁妆的时候还热闹。可惜离得有些远呢，看不清你前夫他们一家脸上的惊恐表情。前夫这2个字会让人恶心的，以后不许再提。他现在是小辈，超级小辈。你是长辈，老长辈。阿忠在房间里，你们别着急，我帮你们把他喊出来啊！混账小子，你给老子出来！老子是怎么教导你的？做人要老实本分，你倒好，谎话连篇。人家大树和大虎活得好好的，你非得说他们死了，你是在诅咒他们呀你！赶紧滚出来道歉！你说你在战场上很威武，杀了不少敌人，原来都是假的，你只是一个胆小如鼠的懦夫。你说你是荣归的，结果根本就不是，你是被赶出军营的。你闭嘴！萧忠把门抵住了，他没连接你们，你们快进来抓住他，别让他从窗户跑了。我错了，我不该胡说八道，你们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为什么要说我死了？你可知我爹娘、妹妹、弟弟有多伤心？他们本来就很担心我的安危，你还骗他们说我死了，你是想让他们伤心死吗？我媳妇对你的话信以为真，险些喝药自杀，想要追随我而去。若不是被我的2个孩子拉住，找来族长他们开解他，他已经没了。小钟，你该死！你可以胆小懦弱，也可以用谎言来维护你这一文不值的脸面和自尊，但你不该谎报我们的生死，害我们的家人伤心。嘿，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呱呱叫。他叫的好难听啊！哎呀，我们也被这个逆子给骗了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是知道他一直在说谎，肯定不会任由他胡来的。叶棠，我后悔了，我错了，你们别打了，我真的错了。小钟，今天就先这么算了，日后见到我就绕道走，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哎呀，戏也看完了，我们回家吧。看着像是要下雨了。哼，死了才好呢！你说说你，谁让你说谎了？你活该被打死呀你！哼，你自己被打也就算了，还连累我们，我们一家子的名声全都被你败没了。方才族长说了，你以后要是再犯，就把你从族谱上除名。哥，你真让我失望。这件事情上，你若能跟我们商量一番，也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求求我快撑不住了。你看看，生成这个样子，又得花钱请大夫，真是烦死了，干脆死了算了。娘，哥不能死，他死了，地里的活谁来干？姐，今天镇上和县城里别提多热闹了，充军的那些人回来了好多，到处都是又哭又笑的声音。我看到那些回来的人里，有好多人断了手脚，有的还毁了容，实在是很惨。这去当兵的人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幸运了。当初你爹我要不是喝醉了酒，撞破了脑袋，
险些死了，那些官兵也不会放过我。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出现了，给他止了血，服了药，还给了平安一瓶药。哎呀，我至今都还不知道救命恩人是谁。叶鹏看了萧景璇一眼，嘿，说起来，我那恩人的身形啊，跟你还挺像的。萧景璇眼神清澈地看着他，不过，但你不可能是他。他那恩人的眼神可比傻女婿凌厉多了，言行举止颇为不凡，不可能是傻女婿这个超级大懒汉。超级大懒汉萧景璇晚上又开了荤，次日醒来神清气爽，竟然鬼使神差地进入厨房做了一锅湖粥。你煮粥用了多少米啊？3大碗，少了吗？你把今天的米全都给浪费了，米都让你给糟蹋完了，你马上上山去打猎，打不着猎你就别回来了。哼，去就去，我打野图吃撑你。杀人啦！萧忠杀人啦！王春雪睁大双眼，死不瞑目，赤条条的躺在了草堆后面。不关我的事，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是他自己找死。他跟张二苟合，他背叛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萧忠说呀，王春雪跟张二在这里行苟且之事，他气不过才会失手捂死了他。但我们过来的时候，只看到萧忠捂死了王春雪，没有看到张二啊。王春雪这副样子，不用猜也知道他在这里干了什么。那张二肯定是跑了，我去把人抓回来问清楚。若他真跟王春雪干了什么苟且之事，王春雪死了也活该。你可真是作孽呀你！他再如何放荡，你也不能就这样杀了他呀，这可是一条人命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报官。对，必须报官。闹出人命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不能报官，报了官阿忠会死的。你就是见不得我家阿忠好过，你好歹毒的心呢你！你怎么对长辈说话的？道歉！对不起，刘奶奶，我是气糊涂了，才口不择言的，还望您不要计较，不要跟我计较。我听说萧忠和王春雪没有办婚书，没有婚书就不是夫妻，住在一起也不是。萧忠杀王春雪是犯法的，今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不报官就是犯了包庇之罪。我不要进当了，我不能报官，你们放我走，求求你们！不关我的事啊，是王春雪来勾引我的。他说萧忠待他不好，天天打他，还不给他吃的。他不想死，他想离开萧忠，萧忠却不让，所以他才来找我的。王春雪算不上是萧忠的媳妇，他们两个没有婚书，王春雪已经答应嫁给我了，我才是她的男人。你杀了我的未婚妻，你要么赔偿我，要么我报官抓你。你混账！王春雪是我的女人，她死了也是我的人，你们都该死！哼，不用赔偿我，我马上就去报官，看看官府是抓你还是抓我。你无耻！到了最后，萧忠还是被官府抓走了，不是张二报的官，也不是萧族的人，而是王大虎。杀人这种大事不报官，以后你岂不是更嚣张？在战场上的时候你比谁都懦弱，在家里你倒是能耐得很呢，都敢杀人了，杀的还是自己的女人。哼，你就是欺软怕硬的怂蛋，滚去牢里待着吧。连同被带走的还有王春雪的尸体和张二。三喜呢？他可能来不了了。为什么？他说过等我家搬迁新房的时候他会来祝贺我的。叶棠，你别怪三喜，他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他前天去地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脚。他的脚扭了？看过大夫没有？大夫怎么说？大夫说要好好养1-2个月，不可随便走动。你们谁是叶棠？我是叶棠，不知夫人是谁？找我何事？你就是叶棠。哎呀，长得好看又有气质，真不愧是我的弟妹。啊？弟妹？你是我相公的嫂子？哎呀，你真聪明，这么快就猜到了。
没错，我是萧景璇的嫂子。景璇这个小混蛋，成亲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告诉我，简直太不把我放在眼里。嫂子，你一路过来辛苦了，先进屋去坐坐吧，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啊，好，进屋里啊。大家都散去吧，别看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太爷爷、太奶奶，不得了，有位神仙夫人来了新房，说是六太爷的嫂子。什么？你六太爷的嫂子只有我一人，何人敢冒充你六太爷的嫂子？别看我，跟我没关系，我天天跟你在一起，出村的力气都没有，去哪儿招惹别的女子呀？你愚蠢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牙齿都掉光的年纪了，还敢妄想有年轻女子瞧上你，老不害臊的东西！我是让你陪我去正堂看一看，老六这个憨包肯定又在外面吓唬来了。那个自称是他嫂子的夫人，只怕是被他骗来的。不可能吧？老六很乖的。睁眼说瞎话，他乖个屁！哎，你快告诉我，景璇是如何把你骗到手的？他没骗我，我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我看上了他的田地和山。什么？就因为这个？这也太随便了吧！他给了你多少彩礼？叶棠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个，老实道来。哎呀，这么少，景璇真抠门，委屈你了。我来的匆忙，没有时间去准备，只带了这么点见面礼送你，你可别嫌弃。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多东西，贤王妃，你未免也太豪气了。你嫌弃我？不，我不嫌弃你。那你为何不收我给你的见面礼？你嫌少？不是，我是觉得太贵重了。你就是嫌少，而且还嫌弃我。我不嫌少，也不嫌弃你。那你就收下了。抱好了，别掉了，里面的玉佩玉镯啊，掉到地上会摔坏的。您真想让我收下？当然，你以为我在逗你呢？快收好，这些东西上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给了你就是你的，你以后想怎么用都成。你们在聊什么？这么高兴？干什么这么看着我？不认识我了？认识啊。那还不快喊人？嫂子，你何时到梧桐县的？哼，我是昨晚到的，原计划是后天才能到，但我想给你哥一个惊喜，就连夜赶路过来了。怎曾想一进屋就听见你哥吩咐人准备贺礼，说是你这儿要办乔迁宴，我就连夜审问你哥，这才知道你成亲了。嘿，你瞒得挺深的，都成亲这么久了也没告诉我。这可不关我的事啊，是哥不告诉你的。他说要给你一个惊喜，你要是觉得这个惊喜不刺激，可以打他一顿，打了他就不能打我了。如你所愿，我昨晚就把他打了，这会儿还躺在床上呢。打得好。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真丑。妹妹，嫁给这么个丑人，真是委屈你了。你可以说了，但不能说我丑。我相公啊，长在我的审美上，我不嫌弃他丑。我相公说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见了面之后发现你简直太有意思了。哎，你别在这杵着了，外面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忙吗？你赶紧去忙你的，留弟妹在这陪我。我认了陶大人为义兄，里面那位是陶大人的夫人，所以才会自称是我的嫂子。陶大人居然瞧得上这种人？这话说的，我是哪种人？懒人。陶全还是过来了，他的脸上没有什么伤，只是走路的姿势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又被搓衣板了？少给我幸灾乐祸的，这是你嫂子对我独特的爱，你懂个屁啊你！带路，我要去见我娘子。你娘子正在跟我娘子聊天，你最好别进去，否则也会跟我一样被赶出来。你们不会打起来吧？你希望他们打起来？我去告诉嫂嫂。不是，你给我滚回来！夫人，你怎么来了？这景轩搬新家，我怎么能不来呢？走，摆桌开席了，咱们去占个好位置去。我会给你们安排一个好位置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昨晚我给你收购的冰粉，冰冰凉凉的，香甜不腻，是炎炎夏日的解暑美食。你尝尝。
哎，夫人呐，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美食，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嫂嫂若是喜欢，待会儿走的时候啊，可以带一点走。真好吃，真乃人间美味。哎，你们家请的厨子厨艺很好。不是厨子的厨艺好，是六弟妹教的好。这豆腐的吃法啊，全是他教厨子做的。今儿个做菜的厨子都是些糙汉子。累死我了！吃死你们，一群饿死鬼！快饿死我了！阿姨呀，你别挑柴了，赶紧去把饭做了吧。这晚点呢，天就要黑了。我今日还没看书，别看书了，先吃饱了再说吧。你也别怪爹娘逼你干活，实在是活太多了，不干活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能力供你去读书啊？你可知道你们两个闹出多大的事儿啊？我被你们夫妻俩给坑惨了。你把话说清楚啊！我们俩把你怎么了？我把白糖跟肥皂送到京城去了，我父皇太过激动晕过去了，差点醒不过来。这不是被你们坑惨了还是什么？你少把罪名往我们身上扔啊！圣上的身体那么好，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怎么可能会晕倒啊？分明就是你胡说八道！嫂嫂、娘子，你们先闪开，我要做人了。哎，你小子不遵兄长，动不动就打我，你简直岂有此理！你不逗他，他会打你，活该！赶紧的，别瞎闹了，快快说正事儿，我困了。哎，好嘞。那个弟妹啊，你发明出的白糖跟肥皂呢，令皇上龙心大悦，皇上要赏赐你。皇上的赏赐有黄金1000两，以及准许叶堂自制白糖的圣旨。这迎接旨意的规矩啊，你们得好好学学。来宣旨的那个老头是个老顽固，十分注重规矩。这稍微有一个动作不标准，他们就会让你们重来，直到你们动作完美为止。送赏赐过来的人是谁啊？护国公上官振宇。是那位战神扶桑保住了云岭关的大英雄。对，就是他。皇上原本是想让其他人来送赏赐的，但老护国公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主动请缨来送赏赐。这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来送赏赐是假，游山玩水才是真呐。他在来的路上应该会沿途剿灭个遇上的山匪啥的，他对山匪那可是十分的痛恨呢。那这么算下来，老护国公只怕会在路上耽搁很长的时间。原本1个多月就能够到梧桐县，也许会用3个月的时间。不用管那么多，只要他能来就行。我听说那圣旨上写的是你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只能是由你来制作白糖。哎，你们之前说的跟萧族的谁有合约来着？制作白糖的法子你们也交给他们了，会让他们建立白糖的作坊。赶紧把合约的方式改一下吧，自制白糖的东家只能是你叶堂。你们之前说的那些个人可以做你们手底下干活，但是不能成为东家。白糖只能是叶氏白糖，不能是萧氏白糖，作坊也只能叫叶家作坊。还有一点就是，你叶堂只能在天安府卖白糖，不能卖到其他府城去。我的白糖只能在天安府售卖，那如果我用白糖做出其他美食，能否将这些美食拿到别处去卖？可以。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算好了皇上会给你们赏赐啊？哼哼哼哼哼，明知会得到赏赐，你还从我这儿要银子，我真的好想打死你呀！呵呵，你因白糖和肥皂得到的好处也不少，我不跟你平分那些好处就不错了，你偷着乐吧你。今日虽然已经搬了新家，但新宅还需要晾晒十几日，那些家具全是新的，也得晾晒一些日子。咱们最近还是睡在老宅里比较好。你说的对，咱们近日啊都住在老宅，得空的时候啊把新宅的小池塘整理一下，搞点鱼苗进去。嘿嘿嘿，鱼苗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前些日子啊在山里看到了一些好鱼。您老真是厉害，居然能在山上找到这种东西。紫燕山后面的那个深山里有一条往南疆方向延伸的长河，那些鱼啊就是从那里抓的，那里还有很多大鱼呢，一口能吃掉一个人呢。你把这些小崽子养大了，他们就能帮你看家了。谁要是敢来新宅捣乱，嘿嘿嘿，一口一个大坏蛋。他能不能吃掉大坏蛋我不知道，
吃掉我们是肯定行的，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他们一口一个梦死鬼，我们就成粑粑了。老前辈，咱们还是养点正常的鱼吧，好吃的那种。留2条不行吗？他们如此霸气。不行，这些鳄鱼吃的比他还多。您老要是敢偷偷的把它们放养在紫燕山上，我就把它们全煮熟了给您吃。红龙飞呼吸一滞，呜咽着提桶飞走了。哼，好过分，好过分呢！徒儿媳妇儿，好过分！娘子，我找到看家狗了。他进门的瞬间，叶棠就听见他身后传来嗷呜嗷呜的狼嚎声。这2个家伙居然跟来了！娘子，你接住小崽子，我去收拾他们。许久之后，既然你们执意跟随我，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把你们留下吧。娘子，为夫一文不花就找来2条大狗和2只小狗崽儿，你说棒不棒？你再说一遍，这4只是什么？狼。我要的是狗，你抓狼来合适吗？狼也能看家，比狗凶。野兽难驯，就算伤不了我们，伤到别人也不好呀。我能驯化他们，保证他们不伤人。娘子，你要相信我，养狼真的比养狗好。真的能驯化？能。好，我就给你一次机会，先把他们留下来，切勿让他们伤到人。若你驯化不了，就送回到山里。养猫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为什么？不是说好了找猫崽的事儿也交给我吗？这次你能去偷狼崽，谁知你下次会不会去偷虎崽？哥，我来送你一程。爹娘不是不想来，他们只是年纪大了，今日干活累坏了身子，没办法出门。你不要怪他们。哼，你别假惺惺的帮他们说话了。自己的父母是什么德行，我还是知道的。他们早就已经不要我了，你也被他们抛弃了，是不是？萧韵身上的衣服有不少的补丁，人也消瘦的可怕。我不想死，阿姨，我不想死，你救救我！对不起，我救不了你。你要恨就恨叶棠吧，是他害了你。阿棠，我错了，你救救我！时辰到了，斩！不，这瓜子啊，真香。叶棠，你这个毒妇！萧逸究竟去哪里了？不会是去县城菜市口了吧？银子应该是他拿走的，这个逆子，他是想让我们全家都喝西北风吗？哎呀，徒儿媳妇儿啊，你可算回来了！昨晚上你们都没有回来，我自己做饭吃呢，一口蘑菇下去我就晕过去了，睡到现在才醒来。快点，你给我做碗面疙瘩汤吧，我都快饿死了，我要吃那种加鸡蛋的那种。前辈，请您以后离我们家厨房远一点。叶棠杀了一条鲟鱼做晌午饭，把萧武太爷和曾老太太也请过来吃大餐。你们养狼做什么？他们可是会吃人的呢。我想养狗看家，但相公说他喜欢狼，然后就把狼给弄到家里来了。你小子又开始乱养东西了。他以前还养过什么？养过蛇、毛毛虫、羊辣子、毒蜘蛛、毒蝎，哎呀，没有一样是正常的。全被他养死了？哼，那些东西命大，没被他养死，他差点被那些东西给弄死。那时候他才8岁，养的蛇很大，大的能一口给他吞下去。哎呦，我们浪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把他从那蛇的肚子里给救出来。9岁的时候，他被毒蜘蛛咬了，浑身就像是被那水泡了3天3夜似的。哎呦，那肿了半个多月呀，差点又死翘翘了。10岁的时候被毒蝎子咬了，哎呦，那浑身青紫啊，哎呦，昏睡了7天7夜。哎呀，你没死真是命大。他出远门，游历之前还养了只会骂人的鹦鹉。他一出门那鹦鹉也消失了。大概是应该去另寻明主了。哎，你扯得太远了，咱们现在说的是狼的问题。哦，对，老六，你赶紧把狼送回山里。你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
不可以再像以前一样胡来啊！吓着了六弟妹，我埋了你！虎哥，你要打我？你居然要打我！我不活了！我要去茂林找爹，跟他老人家告状，说你欺负我。你媳妇儿还在旁边呢，你的脸都不要了。没脸我也很倔。哎，松手！我腿要断了。他既然想养狼，那就暂且养着吧。若是以后啊，这些狼不乖，再送回到山里去。娘子，是我。我还以为是坏人呢。我怕吵着你睡觉，才静悄悄的回来，没曾想还是把你吵醒了。你受伤了？娘子，别摸了，我没受伤，是别人的血。你杀人了？萧景轩点头。说吧，你杀了谁？要害洪老头的人。洪老前辈怎么了？他被仇人追杀，受了重伤，在我师父那里。你有师父？有，我师父叫柳岸，是个大夫。姐，你看什么呢？你们仔细瞧，我家小七是不是长得有点不对劲？这个头未免有点太大了，越发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猫了。个头是有点大，猫本就有大有小，应该是正常的。不，我觉得它有点像一种动物。什么动物来着？让我好好想想。我想起来了，是豹子，黑豹。那天打山贼的时候，你发出的不是猫叫，而是叽叽吼，叽叽吼。姐在鬼叫个啥？装鸟吗？还有这个爪子也比猫的大，耳朵也变圆了。叶棠朝小黑猫伸出手，母狼立刻凶狠地呲牙瞪他。你凶什么凶？它又不是你的崽子，你护个屁呀！不会猫叫，长得又奇怪，你肯定不是猫，不是猫就无法抓老鼠，要你无用。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小黑猫就软萌萌地叫出了声。暂且不丢你了。姐，它在喵喵叫，它是猫。难道是我误会你了？你是猫，不是黑豹？个头这么大，日后肯定是捉鼠小能手，家里的老鼠啊，就都交给你了，不要让我失望哦，否则我让你变成野猫。姐，我去山上走一圈，饭点我和爹一起回来。去吧。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师父。师父，这是我娘子叶棠。见过师父。哎呀，徒儿媳妇儿啊，快点给我做些好吃的，吃了20多天的猪食，我都快变成猪了。你胆敢把我做的药膳比作猪食？屁的药膳，明明是毒药好吧，你拿老子当药人呢？哼，你简直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回来的路上顺便救了个商人，挣了300两。我相公真棒。娘子，今晚不行，我约事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刚刚。萧景轩他起身去厨房熬红糖水。为师当了你15年的师傅，你连热水都没给为师烧过，今天居然舍得给为师做红糖水了，好，真孝敬，太孝敬了。这是给我娘子熬的。对，连徒儿媳妇的东西都抢，你真不害臊。徒弟，多搞一点啊，为师也要喝。你也来约师了？徒儿媳妇儿，为师这里呀有绝经之药，保准你吃了后永不来月事，远离痛。你个老疯子，又说鬼话。师傅，我这里有一神奇之刀，一刀下去，保准您早登极乐，投身分离。不用客气，尽管砍，砍死我管埋。会不会被人说大逆不道啊？不怕，没人瞧见。我师父偶尔发疯，疯起来自杀自埋，与咱们无关。你个逆徒，够了！叶棠在厨房里做菜，萧景轩打下手。哼，还挺般配。臭小子终于……咦，那是什么呀？这是辣椒，土包子，连辣椒都不认识。哎呦，洪老前辈，您老回来了。这位是，他是你女婿的师傅啊，不对，是二师傅。
你再敢乱说一句试试！哼，大师傅，成了吧？这点小事都要斤斤计较，你小气巴拉的。我徒儿只有一个师傅，你个倒贴上来的，什么也不是。你刚才说他是谁来着？你个耳背的，我已经说了，他是你徒儿的岳父。刘安心里这番嘀咕真的太像了，不，他们应该没关系，肯定没关系的。老兄贵姓？你是不是傻呀？他女儿姓叶，他自然也姓叶呀，你动点脑子成吗？别逼我毒死你！哎呦，我好怕哟！让叶老弟见笑了，老夫是萧景玄的师傅，名柳安，已50有3，应该比你年长许多，你称我为刘老兄便可。行，那就刘老兄。这是我儿叶平安。还记得那年旱灾啊，我跟父母亲戚们一起逃荒，路上遇到了流寇，父母亲戚都被流寇杀了。我运气好，滚下山坡没死，被好心人所救。他带着我一起逃荒，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可好景不长啊，不到半年，恩人就病死了。我也被他的子女赶了出来，四处流浪，最后到了温岗村。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些记忆却还是很清晰。刘安闻言越发觉得叶鹏跟那人应该没关系。这世上相似的人多了去了，巧合肯定是巧合。老夫走江湖多年，一直居无定所，年纪大了，便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隐居。这清泉村山清水秀的，是个养老的好地方，老夫打算长居在此。但我不喜欢跟小辈儿住在一起，咱们老人有老人的过法，吃饭可以聚在一起，住在一起就算了。我手脚灵活，能自个儿照顾自个儿。我呀，打算在这村里弄个小医馆。开医馆好啊，清泉村里没有大夫，看病买药得去镇上，特别的麻烦。刘老兄，你若是能在村里开个医馆，那日后乡亲们看病就方便多了。你的医术要是够好，其他村的人也会来找你看病。师傅，这里不是长生谷，乡亲们都是普通人，您用药得小心点儿。什么叫做用药小心点儿？这刘老兄还会用错药不成？你小子想多了，为师早已经改了性子，不会用错药的。为师的医术比你厉害多了。等等，我女婿也会医术。老夫是大夫，他拜老夫为师，不学医学什么？嘿，你小子，你瞒得挺深的呀。我以前太懒，医术不精，不敢暴露出来，怕祸害人。他的确会治死人。啊？这医馆开张后，你会来坐诊吗？不会。啊，那就好，否则我怕赔不起。老伙计，等房子盖好了，我跟你一起住成不？有多远滚多远，老夫不认识你。那不成，你们都盖新房了，我也要盖。这位护国公怎么还没来？这都几个月了。还有抓到山匪的赏金，金子在哪儿？我影子都没有看到，你哥真不靠谱。赏金又不是我哥发的。还有水稻、土豆，不是说这两样东西交上去后也会有赏赐吗？赏赐呢？过2天红薯就要大丰收了，你哥还想不想要了？红薯当然是要的，你别生气了，气伤身子无人替呀。我哥不是说了吗？那位老护国公之所以抢着来送圣旨，是为了游山玩水，要花2-3个月的时间才会到。咱们再等等，他应该快来了。他该不会是在游玩的途中遇到刺杀了吧？他杀了那么多敌人，立功无数，这样的武将是最招人嫉妒的。应该不会吧？要不我让我哥派人去接一下他。你派去就行了，让你哥派人去做什么？别告诉我你没有可用之人啊。
行，我派人去。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我给你做点好吃的。什么好吃的？辣条。哪儿来的乞丐？姓甚名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名上官，商官，从临城而来，到梧桐县寻人，路上遭遇强盗，与仆人走散，盘缠被抢。官差做了登记，就放他进去。哎呦，是个可怜人啊！再怎么可怜，他也不能粗心大意。咱们这里毕竟离扶桑国近，要是有扶桑贼潜入进来，那可就不妙了。老乞丐远离了官差后，立刻就恢复了精神，从怀里掏出一个鸡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馋死我了，只剩最后一个鸡腿了，老子吃完就去下馆子。吃什么好呢？哎，小兄弟，我问你一下，你们梧桐县里有什么好吃的？又或者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哎呀，脏死了，别碰我！好玩的没有，好吃的有很多。就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半个时辰后，你能看到一家卤味铺子。那叶家卤味是梧桐县里出了名的好吃。要走半个时辰这么久吗？哎呦，我快饿死了！好心的小伙子，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给点吃的吧！救命啊！我娘不行了，想着在临终前吃一口夜市卤味，求求你们让我先买啊！闭嘴！你娘不行了，你就赶紧回家守孝，来插什么队啊？你要饿死了，就赶紧去那边捡狗屎吃，插什么队啊？滚！想插队，门儿都没有。刚刚走了个牙齿掉光的老头，这会儿又来一个快饿死的老乞丐。哎呦，为了插队买卤味儿，这是什么法子都用上了。快让开，马车失控了！救命啊！不许过来！可他却忘了，为了躲避刺杀，这几天食不果腹的他饿得早就没了力气。老乞丐在大家惊慌的目光中被马车撞飞了出去。哎呀，撞死人了！这是天宇酒楼的少东家。哎呀，骨头散架了！哎呀，给我一点吃的吧，小兄弟，我要吃卤味儿。老人家，你方才那样太危险了，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这次是你运气好，没有伤到骨头，下次可不会再这么好运了。你这个小兄弟太啰嗦了，到底给不给我吃的呀？是想饿死我吗？想吃东西可以，得给银子，你有吗？我都这副样子了，你居然还要银子？为什么不收啊？又不是我把你撞飞的。我请这位老人家吃卤味，他想吃多少都可以。好吃，太好吃了，难怪这么多人排队买呀。何元明留了10两银子给老乞丐，老乞丐不客气地收了下来。看在你小子如此有良心的份上，老夫就不计较你的马车撞飞我的事情了。你个老乞丐要是不冲过来，马车也不会撞到你。哎，我说，你该不会是故意讹人的吧？哼，老夫可不是那种小人，我是为了保护卤味铺子。老夫无家可归，求收留啊！老夫不是乞丐，只是遭遇了些磨难，与家仆分离，才……贺少爷可是赔偿了你10两银子，足够你在客栈住很长时间了。明明有银子住客栈，还非要我们收留，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瞧着您老面生的很，该不会是从哪里逃出来的犯人吧？犯人！送官，快送官！老乞丐灰溜溜地跑了。此人来历不明啊，一把年纪了，被马撞飞那么远，还能如此有精力，只怕不是一般人。日后他再来买卤肉，就多盯着一些。他若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便立刻报官。叶叔放心，我会小心的。我总觉得这个老乞丐不是个好东西。老乞丐找了家客栈暂时住下，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那对父子还挺有意思的，力气真大。我儿若是还活着，应该也跟那人差不多大了吧。唉，可惜了，我儿并未继承我的神力。这家店的东西真难吃，没有夜市卤味好吃。叶棠刚从百味生鲜出来，就被一个老头碰瓷了。
救我！救我！叶棠本不想管，但那老头却昏了过去。半路上，老头醒来了，他看到自己趴在一个壮汉身上。你是谁？老人家，你醒了，你的命真大呀！遇上了叶东家，是他救了你。你先别说话，马上就到医馆了。你这个老人家也是够能忍的，受了这么重的内伤，居然不及时医治。你可知再晚点，你就没命了。不是没医治，是治不好。你给他吃的那个药有奇效，及时克制了他的病情。他受的是内伤，且已经有很长时间。这次之所以会发作，是因为吃撑了，而且吃的几乎都是很油腻的食物。他日后必须忌口，饮食要清淡。我要吃肉。不听医嘱，痛苦的是你。听大夫的话，不然诊费你自己付。老头不说话了。付个屁呀，他的银子都用完了。你家住哪儿？告诉我，我让人去把你家人喊来。我没有家人，我妻儿都没了，孑然一身已经很多年了，盘缠也用完了。丫头，你收留我好不好？叶棠把药塞给他，转身就走。嘿，你别丢下我！诊费！我真的无家可归了。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收留我好不好啊？是个可怜人，可是人家叶家不欠你的，你又不是他什么人，人家凭什么收留你啊？老人家，你是做什么的？我是乡下人，种了几十年的地，这次来梧桐县是来寻人的，不曾想人没寻着，盘缠先用完了。您的内伤可不像是干农活干出来的。像是被人打的。我在城外的时候被人打了一。老爷，我等总算找到您了。呵，老爷。老爷，您这些天可真能赌啊！我等找您找的好苦啊！谁让你们这么快找过来的？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夜市卤味、豆腐这些东西都是出自清泉村，也就是眼前的这个丫头。他即将被收留了，这些家伙却跑了出来，扫兴。是我带他们找过来的。你怎么也在这儿？我送他来医馆医治，你认识他？你不认识？我应该认识吗？他老人家就是送赏赐跟圣旨而来的护国公啊。贤王，你把我的身份告诉他做什么？你老缠上叶姑娘之前，难道就没有提前打听过？她就是叶棠啊。叶棠？什么叶棠？老夫不认识。叶棠便是制作出白糖的那位奇女子。哼，护国公，您可真让民女好等呢。耍着民女好玩吗？老夫没耍你。呵呵，您在乡下种了几十年的地，确定是种地，不是杀人吗？叶小娘子怎么跟国公爷说话呢？你个小娘子，好生放肆！哈，只许国公骗人，不许百姓说实话吗？都闭嘴！说得，但老夫也不是故意的，只是觉得有趣。算了，不说这些了。既然遇上了，那就接圣旨吧。不是说这个老头很重视规矩吗？接圣旨这般重大的事情，不是应该慎重又慎重吗？怎么现在当街给圣旨？在街上不方便，先去本王府上。小妇人的脾气挺大，你们俩很熟？本王得了他的白糖，能不熟悉吗？行了，老护国公，玩也玩够了，别再折腾我们了。走，先去本王府上。叶棠拿了黄金和圣旨，脸上总算有了笑意。他当即就要归家。我派人送你回去。不用你派人了，老夫亲自送他回去。正好去清泉村瞧一瞧。清泉村很脏很乱的，什么也没有，恶民一堆，只怕会冲撞了国公爷。国公爷还是别去的好。你不让老夫去，老夫偏要去。爹，平儿，那个老头来了。啊！你在百味生鲜把他甩掉，独自回来了。他该不会是生气了，来找你麻烦的吧？
姐，你赶紧躲起来啊！稍安勿躁，在县城的时候啊，我试探过他，当时我态度嚣张，他没有拿我怎么样。他的肚量看着挺大的，就是不知道是真大肚还是说是装的。他毕竟是国公，弄死我们易如反掌。我们一会儿见了他要小心一点，先弄清楚他的目的再说。倘若一会儿啊，他真的找你麻烦，你就躲到爹的身后，爹来对付他。哎，你这个小妇人，居然丢下老夫就走了！你……上官振华注意到叶鹏二人，声音忽然一顿：“你是那个老乞丐？”放肆！竟敢羞辱我家老爷！魏欢丝毫没发现叶鹏看着上官振华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儿，拳头更是不自觉地捏紧了。小兄弟别怕，他们是老夫的随从，不会伤害你的。老夫告诉过你们，老夫不是乞丐，是跟家仆失散了，才会沦落到那般境地。他们都是老夫的家仆，看到你们父子二人也在这里，老夫挺意外的。你们是叶棠的什么人？我是他亲爹。我是他亲弟。他们是民妇的家人，不知商老爷来此。老夫是你们家的远房亲戚，来你们家做客，顺便借住几晚。果真是个带着目的来的不正经老头。商老爷，此事咱们屋里说吧。好，那就屋里说。上官振华笑了笑，率先走进屋。阿棠，护国公的全名叫做什么？上官振华。叶棠此言一出，叶鹏的瞳孔便是一缩，拳头捏得更紧了。爹，你怎么了？没什么，爹就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厉害的人，有点紧张和害怕。没事啊，爹不会让他伤害你的。国公爷，您当真要住在民妇家里？民妇家里简陋，恐会怠慢到您。你家的房子可不简陋，修建的特别好。这次出门，老夫只想低调，不想被旁人知道身份。你们不要说出去。您是国公爷啊，身份尊贵，我们这乡野小民的实在招待不来，您还是另寻住处吧。实在不行的话，你住在陶宅也行，陶大人定会好好招待您的。你这是驱赶老夫？你好大的胆子！小民听说过护国公的大名，知道您是大英雄，世人都说您是爱民如子的好人。不要给老夫戴高帽子，老夫从不是好人，老夫杀人无数，手染鲜血，是个十足十的杀神。老夫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当作座上宾，这还是第一次被人甩脸色，遭到驱赶。乡野小民胆子真大呀！您是国公不假，国公就可以仗势欺人吗？县衙、府衙、陶宅、客栈那么多可以住的地方，你不去住，偏偏要来我女儿家住，还在这里装什么远房亲戚？您是要拿我们当奴隶使唤吗？哼，都说护国公不杀普通无辜百姓，看来都是假的。你简直……魏欢，你们把刀剑收起来。你是不是认识老夫，而且还跟老夫有仇？昨日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说了，你这张脸长得跟老夫年轻时很像。为老夫引路的那个老妇人说，你的力气很大，你儿子的力气也很大，你女儿的力气更大。老夫有个儿子，30年前被人绑架，死于非命。他若还活着，就有37岁了。你多大了？我39岁。叶棠和叶平安纳闷，他们爹明明是37岁啊。39？你没有骗老夫？护国公，你在期待什么？以为我是您的儿子吗？您的儿子已经死了，我不可能是他。我有记忆，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就是个辜负我娘任由外室残害我们母子的王八蛋。我不是那种人，你爹不可能是我，是我弄错了。你可以不收留老夫，但能不能给老夫做点吃的？
老夫吃完就走。好，我去给您做点吃的，做点黑暗料理，难吃死你！上官振华立马跳起来，攻其不备地抓住叶鹏，在他屁股上用力的一撕，撕拉一声，天虎图，这是老夫亲手画的虎图，你果真是……哎呀！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嘴巴就挨了一拳头。你个老王八蛋，竟敢偷袭我，我打死你！别动手，他是我。他还没说完呢，就见叶鹏忽然飞起身，用力地踹在了他的肚子上。老爷！哎呀，我的门！谁把我的门给弄坏了？是爹。是他，是那个老王八蛋。我儿子，你没死。太好了，儿子，爹好想你呀！滚远点，我不是你儿子，我爹死了，坟头早都有3丈高了。儿子，你就是我儿子，你屁股上的虎是我画的，用的是永远也洗不掉的金石颜料。你6岁那年屁股受伤留了疤，你嫌弃留疤不好看，就让我给你画虎。你想当最威武的大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刚进厨房，护国公就跳起来撕烂了爹的裤子，还看到爹屁股上的丑老虎，就说爹是他的儿子。爹不认，爹说咱们爷爷早就死了。姐，爹屁股上的老虎一点都不威武，还不如老鼠呢。哎呀，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咱们凭空多出了一个祖父。咱们不是一直有祖父的吗？没有祖父哪来的爹呀？只是以前没见过祖父而已。这下好了，死了的祖父又活过来了。别再追了啊！再追我砍死你！儿子，你打不过爹。你再追个试试，我割掉脑袋给你！不要啊，儿子！爹，你不要冲动。护国公，您别再靠近我爹了，真把我爹逼出个好歹，我跟你没完。孙女儿，我不是你孙女儿。好你个老不死的狗东西，占我便宜不说，还敢占我女儿的便宜！你赶紧给我滚啊！这里没有你儿子，也没有你孙女，滚！赶紧给我滚！你滚不滚？你别冲动，别伤害自己。我走。爹，你吓死我们了！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动什么刀子呀？我跟他无话可说。爹，他真是祖父吗？他不是，他不配，我不认。对不起，糖糖，爹不是故意凶你的。您没有凶我。爹说不是，那他就不是，他跟我们家没有关系。你们姐弟随我进屋里，我跟你说点事。爹也没想到他会是护国公，没有想到今天会闹成这个样子，爹实在是控制不住啊。上官振华这个老东西的确是我爹，也就是你们的祖父。30年前天下大乱，他还不是护国公，只是当今圣上手下的一员大将，被人称为上官将军。我娘是这个老头的原配正妻，他们很恩爱，可这份恩爱只是表象。死老头早就有了外室，那个外室还是我娘的亲妹妹。你说若琳为什么不认我？为什么？属下不知，也许世子有苦衷，不敢认您。他不是不敢认，他是不认我。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恨意。我是他亲爹，他为什么恨我？当年我明明看到了尸体，他们母子的尸体被野狗啃食得面目全非，尸体上的图被野狗啃食掉了。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你们几个随老夫去查找真相，老夫要知道叶鹏的所有事情。可是老爷，天快黑了，咱们住哪儿啊？国公爷，你认识老夫？草民萧文勇参见国公爷。
区乡野小民怎么会认识本国公？草民是被抓去云岭关充军的小兵，前些日子刚被放回家，曾有幸见过国公爷2次。充军的兵？我想起来了，老爷，属下曾与您说过，充军的兵里头有一群挺厉害的杂兵，萧文勇就是其中一个。你们居然也是清泉村的人？是啊，清泉村有很多去充军的。你小子来的正好，你家住哪儿？回国公爷的话，草民家住那边。爹，平安，你们蹲在墙上做什么？小心点儿，别被瓦片割伤了。哼，先下去吃饭。你们父子2人今天怎么了呀？一副见到了仇人的凶样子。怎么，你们的仇家找来了？不曾想叶鹏和叶平安竟然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真有仇家找来了？来，快告诉我，你们的仇家是谁呀？我帮你们毒死他。柳伯伯，您别闹了，我和我爹快烦死了。既然是仇家，那杀了便是，你有什么好烦的？打不过。吃饭了，今晚有辣子鸡。娘子，你带我来房间做什么？我要去吃饭，晚了就没鸡吃了。你的脸是怎么回事？还有手怎么这么黑？你被雷劈了？短短1天的时间，你遭遇了什么啊？把自己弄成了一块黑炭。娘子真是好眼力，一眼就看出我变黑了。我也不想的，都是师傅害的。他找到一种新药材，搓成药丸再拿我吃药，硬逼着我吃下去，然后我就变成这个鬼样子了。我俊美的脸呢？我俊美无双的脸呢？娘子，我好伤心啊！你别拦着我了，我现在急需吃点美食来缓解心情。你站住！不认识的药也乱吃，你和师傅可真会胡来。你身上可还有哪里不舒服？很饿，算不算是不舒服？娘子无需担心，那药只能是让我变黑，并没有其他副作用。我现在很精神，没有不舒服就好。相公，你不是派人去打探护国公的行踪了吗？有没有消息？暂时还没有消息送回来。怎么了？我有他的消息，护国公刚才来了我们家，被我爹赶出去了。那他现在在哪儿？圣旨呢？赏赐呢？圣旨和赏赐都在我这里，他在文勇家住下了。怎么会住在文勇家？哎呀，说来话长，先吃饭吧，一会儿再详细跟你说。唐二，在这儿遇到你真巧。你在这里毒我干什么？想用我来威胁我爹认下你吗？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你连宠妾灭妻这种事都敢做，拿孙女威胁儿子这种事不是手到擒来吗？你爹承认他是我儿子了，你也承认你是我孙女了。重点不是这个，是你宠妾灭妻啊！我没有妾，我这辈子只有你祖母一个女人，也只有你爹一个孩子。我不知道你爹为什么会跟你们说我宠妾灭妻，我只想跟你说，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宠妾灭妻，我连妾都没有，宠哪门子的妾？你的确没有妾，他连妾都不是，他只是外室。怎么又扯到外室了？好，你来说说老夫的外室是谁？叶千柔不是你的外室吗？他不是，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全京城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叶千柔是你祖母的亲妹妹，是你的姨奶奶，她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外室？我承认，这些年来我因为你祖母的关系，对她的确多有照顾，但也只是普普通通的照顾而已，并没有私底下接触过。况且我常年在外打仗，在京的时间很少，跟她见面的次数3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是你爹告诉你叶千柔是我的外室的？我爹亲口所说，越是痛苦的事情他就越是记得清楚。我爹清清楚楚地记得所有的一切。叶棠把叶千柔当年对他爹和祖母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上官振华。
叶千柔说你和他早已暗通款曲，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你授意的，你才是害死祖母的凶手。不对，我没有害死千兰，你爹肯定是误会我了。我要见他，我跟叶千柔是清白的，叶千柔她骗了我。我这人藏不住话，尤其是这种事情，岳家不会忍气吞声，所以你既然找上门来了，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省得你和我爹一直这样糊涂纠缠。上官振华努力回忆着妻儿被绑架的那天，他在战场上厮杀，得到消息赶回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多天了。我检查过那2具尸体，那的的确确是若琳和千兰的尸体。你说你为我爹和祖母报了仇，杀死了所有害死他们的人，可你是如何确定那些人就是凶手的？又是如何确定他们背后没有其他人指使的？是叶千柔。他找到妻儿尸体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叶千柔，是在埋葬妻儿后的第2天，才在一群难民堆里找到了叶千柔。他在做戏，好可怕的一个女人。你爹若真是我儿子，说的也都是真的，那叶千柔就是在做戏给我看。我被封为护国公后，不少人都劝我再娶，我却没有那个想法。一次醉酒，叶千柔想趁机爬床，说愿意代替她的姐姐来照顾我。哼，真是可笑。她是她，千兰是千兰，不是同一个人，如何能代替？我把她赶出房间，隔日就为她找了一门亲事，把她嫁了出去。叶千柔出嫁后不到1年，生下了一子，孩子出生不到半年，她的相公就病死了。她的公婆说她克夫，夺了她的孩子，把人赶了出来。她得知此事后，就带上人去接叶千柔，并按照千柔的意愿将孩子夺了回来，改姓了叶。再后来，叶千柔母子便一直住在护国公府。哼，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信了几分？此刻心里是不是觉得我在挑拨离间？你还未跟我爹相认，未曾完全确定我爹就是你的儿子，我3言2语就让你怀疑上你的小姨子了。你这性子特别像我，要说你不是我的孙女儿，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我可不像你，我比你长得可好看的多了。行了，该说的都说了，你心里应该也有个主意了，自个儿去查找真相吧，我就不陪你继续唠嗑了。你还是赶紧走吧，我怕我弟看到你他会忍不住拿刀砍了你。哎，没关系，我这把老骨头很硬，他看不动。阿唐，糖糖，好孙女儿，你就让我进去坐坐吧。娘子，你回来了，你把小七送。哎，他是谁？他叫你娘子，他是你相公。啊，你如此白白净净的一个大美人儿，怎么找了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丑人啊？老夫在战场上拼杀那么多年，皮被晒掉一层又一层都没有他黑。老头儿，初次见面就如此攻击我的美貌，你很欠揍我。他是护国公，护国公也不可以消降我娘子。我是你娘子的爷爷。你不是我爷爷。咱们刚才还聊得那么好，你个老头敢占我娘子的便宜！别闹了，他真的是护国公。徒儿媳妇儿，午饭吃什么呀？中午随便吃点蛋炒饭。老夫喜欢蛋炒饭。我见剩饭挺多的，多炒点啊。鸡蛋也多些。那个糟辣椒也别少了啊。两位瞧着有点眼熟。去，少在这里跟老夫套近乎啊！老夫是绝对不会把蛋炒饭分给你的。辣椒炒的蛋炒饭？嘿，你知道辣椒？来这里之前，我去过一趟百味生鲜，买了不少好东西，其中就有辣椒土豆片，还有卤味儿。这个辣椒有点酸酸的，跟我在百味生鲜里买的不一样。哦，辣椒种的少，所以只拿了一点辣椒面在百味生鲜里试买。用来做蛋炒饭的辣椒是糟辣椒，也叫酸辣椒，味儿跟辣椒面天差地别，炒饭炒菜都很开胃。你自己种的？问题真多，有的吃还堵不上你的嘴。
哈哈哈，爹不说话了，爹这就乖乖吃饭。你别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了。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我跟你无话可说。糖糖都告诉我了。你信吗？我信。信？你是护国公啊！我虽然在山野长大，却也知道你的身份很了不得。成了你的儿子，能得到很多很多东西。你也不怕我是别人找来骗你的？你不是骗我的，你就是我儿子。方才吃饭的时候，我偷偷瞧了，你吃饭的一些行为跟我很像。你除了力气，从小其他地方都很像我。咱们爷俩。叶鹏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我天生力大如牛，你儿子有这个力气吗？他有，只是力气来得比较晚。你走吧，别再来了。谁干的？护国公干的。女儿，别生气啊你，气打上身，爹重新给你做一张更好看的新桌子。国公爷回京了，他老人家走之前留了一封信给您。六奶奶，国公爷说您治堂有功，圣上赐了圣旨，我能看看圣旨吗？圣上的恩赐是天大的福气，这辈子能看到圣旨，我做梦都会笑醒啊。好，我给你看圣旨，但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看，是给大家一起看。你去告诉铁生，让他召集所有族人到祠堂。祖父是去查叶千柔了，他在信中说，叶千柔一个弱女子，能设下这么大的局，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那人在幕后操纵一切，在查出此人之前，爹还是不要露面的好。哼，走就走了，还留下这么多废话，我又没打算去京城。他害死了祖母，你怎么可能不会去找他报仇？爹，你报仇的时候带上我和弟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姐姐说的没错，祖母的仇是肯定要报的，必须算上我们。爹，叶家在哪里？我记得是一个叫做运城的地方，以前也叫做运城，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了。当年我被那些人带着坐了很多天的马车，也不知道离运城有多远。来到梧桐县之后，我小小年纪的也没有打听出来什么，然后时间长了就没再去打听，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梧桐县距离运城有多远，该往哪里走。爹想去运城看看吗？想。虽然在运城有很多难过的记忆，但那是他母亲的家乡，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当然要回去看一看。爹想去，我们就去，等这边的生意稳定下来，我们就去运城。信里有一块令牌，祖父让爹好生收着，此令牌能号令火云军。你来收着。从屋里出来，叶棠就去找萧景玄，说了让萧族的人看圣旨的事儿。这有什么好看的？写的字还没有我写的好看。你的字好看吗？我怎么没有瞧出来？我平日懒得写字，你当然瞧不出来。既然你写字那么好，那以后过年的对联就交给你写了。我写字丑如癞蛤蟆。写不好就多练啊，天天练，认字不多就多读书，天天读。我往后的人生似乎更造孽了。我祖父已经走了，你什么时候白回来？黑着太丑了。我觉得我这样还挺特别的，我长得好看，是白是黑都好看。我讨厌跟黑人同床。我今晚就白回来。今晚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咱们就和离吧。不合理，我坚决不合理。娘子，这话不能随便乱说，我们要白头到老的。今晚是第一次刺杀，后面还有多少刺杀？一次能躲过，次次都能躲过吗？萧景玄，别告诉我今晚的刺客不是你故意引来的。是我引来的，但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这么做是为了将害死我父母的幕后之人揪出来，我要让他们露出狐狸尾巴，将他斩草除根。就算我不把他们引来，他们早晚也会找来的。既然如此，倒不如我主动出击。我原本是想自己承担的，没想连累你和岳父还有平安。可是你是我的妻子，还跟护国公有那种关系，早晚都会接触到京城里那些人的，到时候会有很多麻烦接踵而来。什么都不知道的你们，在面对那些麻烦的时候会很被动。与其这样，不如我早早把一些事情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心里有个数。方才你也听到了，那黑人说我是平山王之子，你可知平山王是谁？不知道。平山王是当今圣上的义弟，
当年元武帝征战四方时，身边出现过护国公这些大将，还有2位文武神将，文将名为高义，武将名为南宫燕。2人与元武帝是结拜兄弟，同一各国平息战乱。元朝成立后，元武帝称帝，封高义为丞相，南宫燕为平山王。元朝建立不到半年时间，平山王迎娶元武帝唯一的妹妹昭阳公主为妻。元朝表面安定，实际暗斗不断。战败的那7国余孽一直在蠢蠢欲动，意图东山再起，推翻元朝。为了元朝的安定，平山王镇守边关，昭阳公主不畏艰辛跟随，夫妻2人在战场上所向披靡，镇住了所有敌人，使元朝得以喘息，蒸蒸日上，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兵马越发强壮。10年时间，平山王夫妻2人在经历了无数战斗，眼看胜利在望，可以班师回朝，安享太平，却在最后一战中遭到了埋伏，夫妻2人连同5万将士全部战死在玉龙山。他们都死了，那你是如何被生下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小部分是我爹告诉我的，大部分是我师父说的。他们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还不到10岁。我爹告诉我，是一个中年男人将我交给了我爹，那人是平山王的心腹之一。他告诉我爹，平山王夫妇死的冤，有人在追杀我，不能泄露我的身份，求我爹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过隐姓埋名的平淡生活。我爹曾得过平山王的恩惠，才会冒险收养我。他不忍我在族里受委屈，就说我是他的亲儿子，让族里人都敬着我，宠着我。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我就一直在提升自己，想要变强，去寻找父母战死的真相。我师父就是这个时候来找到我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后来是洪老头。这些年，我在师父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很多我爹的旧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当年我爹战死的事情是有人泄露了我军中的机密，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高义，只是我还未找到证据。另外，我舅舅并不知道我的存在，我还未曾去找过他，我无法确定当年的事情他到底有没有参与。帝王西南侧，皇上是你的亲舅舅，那贤王岂不是你的表哥？你跟我说他是你的义兄，你个骗子！以后再敢骗我，我饶不了你！娘子，打人不打脸，打丑了你难以下咽啊！哼，我可以换一个比你更秀色可餐的新相国。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加秀色可餐的美男子了。哼，自恋！娘子，你会离开我吗？我为什么要离开你？你都被我吃干抹净了，还想离开我吗？那你还说要把我换了，要和离？还不是被你气的。引刺客这种危险的事情，你都不提前告诉我们，我但凡能力差一点，都会被吓死。还有那些刺客说什么端王，端王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清楚。萧景玄，你说过要跟我好好过日子的，那就必须把这些麻烦都给解决了。老当益壮的元武帝看着手中的画像，老泪纵横。像，太像了！这眉眼像极了我朝阳，这鼻子，这脸型，跟南宫雁那个懒人更是像神了。他是朕的小外甥，哎呀，朕有外甥了。哎，等等，老八在天安府，朕的小外甥也在天安府。当初是老八主动请缨去天安府的，难道这个小王八蛋竟然敢瞒着朕这个当爹的？老八这个小混蛋，他欺负朕这个当爹的不能出宫，无法亲自去找小外甥，所以什么都不告诉朕。老八知道了多少？朕的外甥是怎么出生的？朝阳和平山王明明战死在了玉龙山，难道朝阳没死？那么他在哪儿呢？朕会把你的身世弄清楚的，也会把当年的事情查清楚。去告诉贺松龄，让他继续查探平山王世子之事，千万不可在贤王面前暴露身份。小外甥，等着舅舅，舅舅把这些不安分的都给处理了，再去找你。娘子，这是你喜欢吃的鸡翅膀。娘子，这是为父专门为你泡的桂花茶。女婿，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被我女儿逮到了。姐夫亏心事又不是做1次2次了，你见过他什么时候这样过？他宁愿挨打，也不会如此鞍前马后的伺候我姐姐。老弟啊，我见到贺松林了。贺松林是谁？我父皇的人。我觉得他应该是为了弟妹而来的。我父皇最欣赏的就是弟妹这种人才。这贺松林也不知道来多久了，收集到的信息里有没有关于你的？这据说他最崇拜的人是你爹，曾经跟随过你爹1年多的时间。这你这张脸要是让他给瞧了去，加上你我之间的往来亲密，他肯定会猜到你的身份，再将你的身份告诉我父皇。哦，不是，你就这个反应？我该是什么反应？你不是说不想跟我父皇相认吗？哼，那是以前，现在可以了。你小子啊，你小子鬼主意就是多哈！你懒归懒，但该做的事你一样都不落。那是，得把事情都给做完了，才能好好躺平。躺平？你从哪学来的怪词啊？不告诉你。哎，他们兄弟俩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男人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透。你跟表哥说了些什么啊？感觉你很开心的样子。我要跟我舅舅相认了。什么时候啊？具体时间我还没想好，看你和岳父的意思。你们何时去护国公府，我就何时去京城，咱们一家人去哪都在一起。这是你突然做出的决定，还是早就想好了的？想好有一段时间了，那时候我还被确定护国公跟岳父有关呢。我越发看不透你了，既然都决定好了要相认，那之前干嘛把自己弄得那么黑？因为你祖父跟我爹有仇，这是我师父说的，他们以前经常打架，师父怕我被你祖父针对，所以不想让你祖父认出我来。表哥说以他对贺松林的了解，肯定还会继续查我们的事情，说不定已经把我的画像送到了舅舅手里。贺松林不主动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不跟他走，去了京城也不去见舅舅，就得让他们主动来找我，重视我。夫人，小的有要事禀告。说何事？主子让小的来告知夫人，计划失败，护国公平安回京。不是让你们不可小瞧他，多派一些人过去吗？尤其是运城那边，你们只要守住叶家坟山，便能出其不意地击杀他。运城那边我们派人去了，他没有去运城，在天安府待了几天后，他就赶回京了。我们在半道截杀了2次，也没能把人拿下，他太厉害了。上官振华回京的时候是拼了命的往京城赶，就好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似的。面对刺杀的时候，他凶狠的就像一只猛虎，但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是一击必杀。他怎么可能会不去运城？那里可是我姐姐的家呀。我们也不知是何原因，反正他就是没去，错过这次机会，以后想杀他就难了。叶千柔的脸色沉了下来，上官振华迟迟不肯进宫请旨，封他的儿子为世子，说什么也要等到60岁以后，或是等到他生命垂危之时，到时他才愿意将国公之位让出去。为了能让他的儿子早点成为新的护国公，他便想让上官振华早点去死。上官振华可有察觉到什么？我们撤退得很迅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他不可能查到的。见过国公爷。你快躲起来。姐夫，你怎么来了？我都知道了。姐夫知道什么了？你的所有事情，你所做过的所有恶事，你对你姐姐和若琳做过的歹毒事情，我都知道了。姐夫，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当年被我杀死的那些人是受人指使才会去祸害千兰母子的，而那背后之人是你。你害了叶家满门，杀了叶千白灭口，将千兰母子活埋，心肠歹毒至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千兰待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死她？她是你的亲姐姐。我没有害死我姐姐，更没有害死若琳，他们是我的家人，我怎么会害死他们呢？还有叶家被灭的事情，又怎么可能是我干的？我一个养在深闺里的女子，哪来那么大的本事？我也是叶家人，怎么会狠心害死自己的亲人呢？姐夫，你一回来就如此冤枉我，
是不是在外面的时候被什么人给蒙蔽了？我这次出去遇到了一个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人，你猜猜他是谁？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啊？你能猜到的，那人当年亲眼见到了你对我的妻儿所做的事情，是你活埋了他们。我没有。叶千柔，我来不是听你狡辩的，我是想告诉你，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我都知道了，包括你派人刺杀我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不是我没有做过，姐夫，你相信我，不要，救命！你对叶家人如此无情，只能是两个原因，一是你天生冷血无情，心狠手辣，二是你根本就不是叶家人。你到底是谁？以你的能耐是做不出那些事的，定是有人帮你，那人是谁？老实交代！叶千柔被掐得说不出一个字来，上官振华加大了手上的力道。哼，你不说没关系，你死了就可以了。等你死了，我再送你的子孙们去陪你，你们一起去跟千兰赔罪。姐，这都快过年了，祖父为什么还没来接我们？他回京已经很久了。不知道，许是有事耽搁了吧？你是不是不相信爹的话，没有处置叶千兰？他若是不相信爹，咱们也可以不要他这个祖父。在我心里，祖父永远没有爹重要。祖父不为祖母报仇，咱们就自己去报仇，顺带着把祖父也收拾一顿。祖父啊，很强的，要收拾他，你得有足够的实力。努力吧，少年。弟弟，冬天更得好好锻炼，你要不要试试冬泳？啊，我会被冻死的。有我在，你死不了，死了我也能救活。臭老头，回去这么久，年后才派人来，也不知道在那边干了些什么事情。派人来，他怎么不亲自来呀？爹，他们若是接我们去京城，去不去？哼，不去，不跟他们去，我们自己去。方静，见过世子爷、大小姐、小少爷、姑爷。他派你来做什么？啊？世子爷的语气好凶啊！他不记得自己了吗？也是，都过去30年了，他不记得也很正常。国公爷，让属下来接世子爷回家。哼，这里才是我的家。哎呀，世子爷似乎有点任性啊，他小时候好像也经常这样任性。这一点与国公爷倒是挺像的。坐吧，这里没有那么多规矩。国公爷说他知道错了，他回去后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叶千柔，把人关了起来。只是关起来，没有要他的命吗？国公爷本来是要杀了他的，但叶千柔说国公夫人还活着，国公爷信了，暂且留了他的性命。蠢货，死老头就是个蠢货。叶千柔说我娘还活着，他就信了。我当年亲眼所见，亲眼感受着我娘的气息消失的，感受着她的身体逐渐冰冷。死老头不信我说的话，又为什么让你们来接我？接我过去做什么？羞辱我啊？让我看着他跟叶千柔纠缠不清，恩恩爱爱吗？世子爷慎言，国公爷跟叶千柔清清白白，国公爷留着他，不仅仅是为了查出国公夫人的事情，还为了引出幕后之人。叶千柔被关的当晚，国公府就闯进来了一帮神秘人，试图将叶千柔救出去。还好国公爷早有准备，设下了埋伏，抓到了2个活口。严刑逼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夏国人。夏国？当初活埋他和母亲的那些人便都是夏国人。夏国是被元武帝灭掉的7个国家之一，早已不复存在。叶千柔跟夏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她是夏国公主。她怎么可能是公主？她从小在叶家长大，叶家跟夏国没有任何关系，一直都是……等等，叶千柔是假的。她到底是不是夏国公主，国公爷还未完全确定，也来不及去确定，因为不知是何人泄露，
叶千柔的事情在短时间内传入了皇上耳中，事关夏国余孽，皇上极为重视。所以呢，叶千柔如何了？被皇上杀了吗？皇上派人把他带走了，说要用他引出夏国所有余孽，斩草除根。他的子孙也全部被打入了大牢。国公府因养了叶千柔多年，被监察御史弹劾，受到了一些牵连。皇上虽然对国公爷很信任，但弹劾的人实在太多。皇上迫于无奈，到底还是罚了国公爷半年俸禄，禁足府中3个月。就只有这么一点惩罚，而且还是迫于无奈才罚的。国公府养的可是祸害元朝的江山余孽呢，这换做一般人，轻者连降3级，打得半死不活，重者抄家都是有可能的。上官振华只是被罚了半年的俸禄和禁足3个月，皇上对他这么宠的吗？国公爷被禁足，不能再插手叶千柔的事情，这事儿被太子接手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世子爷，别说了，我把真相告诉了臭老头，他回去了这么久都没把事情办好，如今还失去了处置叶千柔的资格，哼，丢人！世子，你怎么能如此说国公爷？他是您父亲，您和夫人去世之后，国公爷伤心了很久很久。叶千柔说我娘没死，老头问出来什么没有？问出来了，叶千柔在撒谎，夫人当年就没了。世子爷，国公爷说他会留着叶千柔的性命，等您去京城亲自为母报仇。当年伤害你们母子的同谋，他都会倾尽全力全部找出来，不死不休。你们先离开我家，我要考虑几天。现在去京城会不会太早了？咱们家的生意蒸蒸日上，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是有点早，我种的好多东西都还没有长出来呢。春季正是种东西的好时节，那京城里可没有什么辣椒、草莓这些，去了那里也不知道要待多久，咱们去之前得做足了准备。姐说的没错，多存点东西再去京城，满足我们日常需要的同时，还可以做买卖，大赚一笔。吃的必须多带一些，尤其是我娘子种的那些东西，那都是千金不换的珍品。爹是如此想的，京城如何与我们无关。我再怎么痛恨叶千柔，也不急于这一时，先好好种地，把生意做好了，那才是最重要的。那就这么说好了，爹，你晚点就去跟护国公府的人说，让他们给小老头传信，把叶千柔的命留久一点，等着我们忙完了再去收割。我可以去京城，但不是现在。我要种地，要做生意，很忙很忙的。忙完了这些，我才能去京城。你们去告诉车老头，让他尽力留着叶千柔这个祸害的性命，等我去收割。若留着他会引来麻烦，那就别留，斩草除根。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动身去京城？秋收之后。方庆派人回京去传消息，他和魏欢带着30人留了下来。世子爷，我们奉命接您回京城，您不走，我们就不回去。您放心，我们不会打扰到您的正常生活。您是世子，可以吩咐我们做任何事情。让你们种地也可以吗？娘子，介绍一下，他叫贺松林，是我们家新来的免费农工。贺松林不是皇上的人吗？见过世子夫人。你先别多礼啊，起来吧。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怎么跟你回来了？他不是回京城了吗？是皇上舅舅派他来接我的。我把师父的名号泄露给了皇上舅舅，师父曾是我娘最信任的人之一，皇上舅舅不会不信的。他很想见我一面，平山王府一直还留着。回去以后，你会成为平山王？贺松林是这样传达的。我告诉他，我家里事情比较多，要把事情忙完之后才能去京城。他说他是奉命而来，我若是不去京城，他也不会回去，所以他就跟着我过来了。皇上舅舅让他听我的。皇上还未见到你，就如此相信你吗？没办法，谁叫我是他的小外甥呢？舅舅只派了贺松林一个人过来，他怕来的人太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回到京城之前，他不想让别的人知道我的存在。舅舅是打算让我跟着贺松林偷偷回京。娘子，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京城了，开不开心？本来也没有打算丢下你啊，皇上如此安排，
怕是早已经知道护国公的事情了吧？贺松林要住我们家，我告诉他要住在我们家也可以，但必须干活，而且没有工钱，只管吃住。他同意了，特别的好说话。贺大人，夫人唤我的名字就好，这里没有什么大人。那我叫你贺叔。贺叔，我家房子不大，人却不少，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挤一挤。我不习惯跟别人注意我。这样吧，你让我住柴房。叶棠最终把贺松林安排到了红龙飞那边。老夫讨厌外人，除非你拜师。我娘子说你可以不收下他，但你以后就别去我家蹭饭了。嘿，不缺干活的人，你们就想甩掉老夫，你们也太没良心了吧！哎呦，我的命好苦啊！你师傅那里也很宽敞，为什么非要把人塞到我这里来，而且还是个陌生人？我师傅那里是医馆，很忙的。切，忙个屁！3天都没有一个病人来看病，你就是怕你师傅发疯，忍不住拿这个外人试药。哼，行了，收就收下吧，不就是一个人吗？哎呦，你瞧着还挺健壮的呢。武功好不好啊？还行。你是萧景玄的什么人？无可奉告。那你从哪里来？无可奉告。哼，不说就不说嘛，谁稀罕知道你是谁？哼，老夫自己查，老夫这个包打听不是白当的。哎呀，你们2个呀，到底是来习武的，还是来调情的？爹，你怎么来了？我来找你们商量点事情。去商量去京城的事情吗？对，你们准备的如何了？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爹只管答应方叔他们即可。哼，你这声方叔叫的倒是挺顺口的。他是爹的熟人不是吗？或者我叫他方伯，毕竟他比爹大很多。不许喊他方伯。好啊，我听爹的。我们要出远门一趟，今年就不在家里过年了。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吃饭。我给你的药丸子，你要记得吃。一大把年纪了，地里的活能不做就不做，让儿孙们去做。他叫文宽，他叫刘云，他们2人是夫妻，是我和娘子买来伺候你们2老的。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使唤他们，他们会的本事可多了。你出门就出门，唠叨这么多做什么呀？唉，上次你出门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唠叨。你是干大事的人，这小小的清泉村是困不住你的。你和老六在外的时候，别只顾着挣银子，一定要注意安全，照顾你们自己。累了饿了就停下来休息，吃饱了再去做事，别硬撑着啊。五嫂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回屋吧，孩子长大了，早晚都要飞出去的。其实他心里是最清楚的，老六不是他爹的亲儿子，他爹那样的人是生不出老六这般金贵帅气的儿子的。隔日天刚亮，叶棠一家收拾妥当，在方静等人的护送之下，坐上了马车，离开了清泉村。哎呦，在元朝出个远门真是累啊！要是有飞机和高铁就好了。我们出门几天了？第7天了。方叔说再往前3公里就有一座城池，咱们可以好好的歇一歇。哎呀，我要在那个城池里多玩2天。掌柜的，把你们店里最好的吃的都给拿上来。徐州首富郭家小姐在城北比武招亲，你们一会儿要不要去瞧瞧热闹？郭家小姐，郭家有5位小姐，你说的是哪位？当然是郭四小姐了。啊，那个灾星啊！虽然是灾星，但好歹是首富家的小姐，又是嫡出的小姐，想娶的人还是很多的。闲着也是闲着，去凑凑热闹啊！我也要去。我要睡觉，不去了。天色不早了，今日的比武招亲到此结束。比武招亲为期3天，今天是第1天，后面的2天欢迎各方勇士来战，小女子一定奉陪到底。嘿，这性子可真让我喜欢，太有个性了。姐，我早晚有一天会把店开到徐州城来的。不急，先去了京城再说。
你们好卑鄙！放开我！放开我！是谁派你们来的？是不是郭真真？没错，是二小姐派我们来的。四小姐，你也别怪我们，怪只怪你今天太狂妄了，将我们3人教训得好惨。若你今日在台上能够输给我们其中任何一人，今晚也不会受这种罪。放心吧，我们3人喜欢你已经很久了，定会好好疼你的。就算你以后名声尽毁，没有人要了，我们也不会嫌弃你的。你们休想羞辱我！顾娇娇拼死抵抗，可她被下了药，此刻全身无力，使不出武功。还有3人几乎同时倒地。你没事吧？谢谢姑娘相救，也多谢2位恩人相救。不用谢，路见不平拔棍相助嘛。郭四小姐要如何处置这3人？你认识我？嘿，今日比武招亲，我们都去看了。劳烦3位恩人送我回家，娇娇必有重谢。这3人也请恩人帮我带回去。爹，你要为女儿做主啊！姐，她居然不请我们进去坐一坐。郭娇娇给了他们500两银票，感谢他们大恩。我要回客栈睡觉。里面有精彩好戏，不要着急离开。相公，平安，走，看好戏去。爹，你当真不信我吗？哼，你满口谎言，叫我如何相信？你二姐单纯善良，怎么可能会指使外人伤害你？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你回来不到3个月，就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天天欺负你的二姐和3姐，你简直太让爹失望了。既然爹不信我，那好，便抽出腰间的铁鞭，一鞭子甩在郭真真装可怜的脸上。随后他又一鞭子甩向了郭珠珠，然后是郭夫人。住手！不孝女，她们是你娘和姐姐呀！你既然不爱我，嫌弃我是个灾星，又为什么要把我接回来，让我在尼姑庵住一辈子不好吗？姓郭的，我害你！你根本不配当我的爹，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郭娇娇跟郭老爷击掌为誓，断绝了父女关系。姐，我们当真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我们跟他不熟。那我们守着他干嘛？走走走，回客栈睡觉。说是没遇的，我不会去管。可我们看见了，就不能熟视无睹。她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大半夜的跟家里决裂跑出来，谁知道会遇上什么样的危险？姐，她不哭了，她没动静了。叶棠伸手一探，好烫。这是哪？你醒了啊？恩人，我姓叶，夫家姓萧。萧夫人，萧夫人，你又救了我一次。刚巧路过，就顺手救了。来，喝点水润润喉。我们发现你的时候啊，你浑身发烫，这会儿虽然退热了，但还需要静养2天。我们把你送回了家，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是跟家里吵架了吗？萧夫人，我爹他不要我了，我没有爹了。想哭就哭吧，哭痛快了，才不会把自己憋坏了。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生下我之后人就没了。我爹信了朱雪姨的鬼话，朱雪姨就是我爹的小妾。我娘死后，她被扶正当上了郭夫人。朱雪姨说家里不吉利，有不干净的东西冲撞了我娘才会难产而死。她就找来了一个道士，算出我是灾星，说我娘是被我克死的。我娘是因为生我而死，我爹为此对我本就有怨恨，听了那道士的话，就更加的讨厌我了。在朱雪姨的蛊惑下，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去了山上的尼姑庵。他是在尼姑庵里长大的，那个尼姑庵只有3个尼姑，3位师傅对他极好，教了他不少的本事。朱雪姨说我克人，要让我早点嫁出去，可我不想随便嫁人，我要嫁给谁是我说的算，所以我祈求我爹让我比武招亲。萧夫人，我昨晚把郭真真他们都给打了，我跟他们断绝了关系，你会不会觉得我叛逆、冷血无情、心狠手辣，
连亲人们都打，忤逆父母。不会，这不是你的错，是他们的错，是他们先伤害了你，你才还击的。当断则断，你很有魄力，只是你往后该如何打算呢？我打算去找我大师傅。你真的觉得我没有做错吗？为人父母，自当疼爱自己的孩子，为孩子遮风挡雨，护孩子成长。你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你，他不是个好父亲。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些话的人，他们都说我得听我爹的话，不可以违抗我爹。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母的过错在他，作为子女都得原谅他们。可是我不想原谅，我不想要他了。真的，谢谢你。京城不愧是天子脚下，其他地方根本没法比。好多人呢。不急于一时，先摸清楚情况，我们慢慢来，有的是时间。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太大了，京城太大了。相公，我们进城了。到护国公府了？还没，刚进城。你不起来看看吗？外面好热闹的。不看，没兴趣，还不如你好看呢。阿唐，我们现在去哪儿？自然是去护国公府啊。爹，来都来了，您别紧张啊，那是您家。谁紧张了？我不过是一想到要见到那个臭老头，我心烦而已。现在刚过晌午，时间还早，要不我们去京城里逛一逛，慢些去护国公府。吃了晚饭再去。世子啊，要不要小的先派人去告知国公爷一声啊？不用。我的若琳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爹就去找你。皇上要罚就罚，反正又不会砍了我。国公爷，喊什么喊？世子爷来了。婉儿来了，来了，来了！儿子，若琳，儿子，你终于肯过来了，爹好想你呀！哼，离我远点儿。你别生气，爹只是太高兴了。你能来，爹真的很高兴啊。我不是为了你来的，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想要亲手手刃仇人，为我娘报仇。叶唐、叶平安、萧景玄上前对着上官正华恭恭敬敬地喊了声祖父。哎，喊他老头就行了，喊什么祖父？爹，礼貌要有的。哼，随你们，烦死了。我已经来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叶千柔？你刚来，先休息一晚，我明早就去安排，安排好了再告诉你，好不好？我睡哪儿？你的院子早就已经打扫干净了，爹这就带你过去。这是本国公的亲儿子，护国公府的世子爷，你们都仔细记住了，以后你们都是世子爷院子里的人，世子爷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奴等遵命。祖父也给你们姐弟二人准备了单独的院子，你们不必了，他们三个暂且跟我住在一起。好，你想怎么安排都行，听你的。你们来的时候可有吃东西？吃过了。行了，你的话真多。太晚了，我们要睡了，你走吧。好，我走，你们休息，好好休息。哎，别忘了你说的话啊，早点把事情安排好，我要见到那个人。答应你的事情，我肯定会办好的。爹，你对祖父会不会太冷漠了？儿子，别太单纯，谁知道臭老头是不是真心对我们好？他但凡对你爹我多上点心，也不会被叶千柔欺骗了30年。这是30年，不是30天。尽管他没有做过那些事情，他是无辜的，是被陷害的，那也是因为他糊涂造成的。爹，熄熄火，吃点东西。睡觉去。爹，我们去休息了。去吧，好好休息啊！赶路这么多天，你们都累坏了，有什么事情啊就手腕家人。爹也早点休息，什么也别想。皇上，贺大人回来了。快训！人呢？
喂，我的小外甥呢？在护国公府。哦，呵呵呵，来了就好啊，来了就好。呵呵，道上可有遇到什么麻烦？没有，这一路上世子玩得很开心。他就不知道早点回来见朕，一心想着玩儿。世子是有家室的人。哎，行，朕不跟他计较，只要能安全回来，朕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你告诉他，让他明日来宫中见朕。丞相府。大人，那人来京城了。消息可靠吗？可靠，只是不知他此刻在什么地方。他为何来京城？不知。都是废物。身份可确定了？还没有。不过关王派去暗杀他的人都被贤王处置了，贤王护着他，所以他一定是平山王之子。你以死来护他，让我以为他也死了。如今他自己找到京城来了，不知死活，简直不知死活。他想找我报仇，那就来吧，我让他有来无回。儿子回来了就是不一样，护国公今天看着格外精神啊。皇上，您这么快就知道了？护国公莫要误会，朕前些日子派人去梧桐县接人，刚巧见到了你派去的人。接人？接谁？那人你认识？皇上，贺大人求见。快宣。孙女婿，你来此作何？祖父，是皇上传召过来的。哎呀，像，真的很像啊！景玄这2个字是朝阳最喜欢的。臣参见皇上。孙女婿，这是皇上，见到皇上要行礼，赶紧跪下。不管孙女婿来此作何，千万不能在宫里出事，自家人怎么也得护着。不用跪，不用跪，你不用跪。等了这么久，终于见到你了，朕的小外甥。小外甥？舅舅。舅舅？哎呀，回来就好，朕等今天已经等了很久了。皇上，他到底是谁？护国公，你还没认出来吗？景玄身上有平山王和朝阳公主的影子。你真的是平山王的儿子？亲的？我没有见过我爹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儿子。但是我师父说我是平山王和朝阳公主的儿子，所以我应该是吧。你师父是谁？都医刘岸。原来是他。这个老毒物，他还活着？他在哪儿？师父隐居了，您老见过他，但您没人出来。哼，老毒物倒是潇洒，别让我见到他，否则我打死他。柳岸跟你爹娘关系不一样，他说你是，那你肯定就是平山王之子。其实不用柳岸说，光看你这张脸也能知道你跟平山王有关系。护国公，你去过清泉村见过景玄，可是你却没有把他认出来。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他当时黑如锅底，老臣自是认不出来。不是景玄黑，是你的心思全在你儿子身上。朕能够找到景玄，是多亏了你孙女儿。你孙女儿呢，做出了白糖，朕惜才便派人去保护她，然后朕派去的人看到了景玄，一查之下才知道这景玄是朕的小外甥。哎呀，这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皇上说得对，缘分就是如此奇妙啊。皇上，哎，方才还喊舅舅舅舅的，这会儿怎么喊上皇上了？朕就喜欢你喊舅舅，没有外人在，喊舅舅就行了。好的，舅舅，我是想说，我可以走了吗？我娘子还在家里等我回去吃午饭呢。你刚来就要走啊？午饭在哪儿都能吃，在宫里陪朕用午膳。你若实在舍不得你那娘子啊，
朕就派人过去把他也叫进宫来。朕正好也想瞧一瞧做出白糖种出辣椒的绝顶人才长啥模样。皇上，老臣的孙女儿才刚到京城，她什么都不懂，进宫来怕是会冒犯到您。你瞎紧张什么呀？朕又不会吃了他。哼，如此人才，朕爱惜还来不及呢。行了，去吧，反正你已经回来了，1顿饭而已，下次一起吃也一样。明日等朕公开了你的身份之后，你就去平山王府瞧一瞧，那里啊并没有荒废下来。别以为你成了平山王就可以欺负糖糖，老夫告诉你，你敢欺负糖糖，老夫绝不饶你。我才不会欺负我娘子呢。成了平山王之后，你不可以娶侧妃。我这一生有一堂足矣。儿子，爹跟你坐一起。哎，你跟老贺去哪儿了？这么久才回来？你知不知道孙女婿出去干嘛了？不知道，我没问。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吗？我娘子什么都知道。你当真知道？不是，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姐夫，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和爹吗？本来是想等吃饱后再说的，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吧。爹，平安，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们说。其实我不是萧敬安的亲儿子，我的亲生父亲是。他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叶鹏和叶平安，叶鹏和叶平安当下就惊呆了。我知道平山王，他是个大英雄，是我们元朝的战神。你从哪儿知道的？平山王牺牲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呢。我出门做生意的时候，在酒楼听说书先生说的，平山王可厉害了，真没有想到我的姐夫居然是平山王的儿子。我也没想到啊。我的身份知道的人很少，不过等过了明日，就不再是秘密了。哎，你成了平山王之后，是不是要带着糖糖去平山王府？平山王府距离护国公府不远，我和娘子会经常过来的。哎，也是啊，反正都在京城，你们两个又都不是小孩子了，有自己的生活，我不应该把你们捆在身边的。哎，但是女婿啊，你的身份非同一般，糖糖是护国公府大小姐，她一点也不差，他们很般配。我没说他们不般配。哎，好了，爹祖父，你们都别说了，菜都熟了，咱们先吃饭好不好？菜煮得太烂就不好吃了。好的，不说了，先吃饭。任清燕的事情先放到后面，我想先去见叶千柔。爹已经安排好了，叶千柔的罪名早已坐实，她背后的人也都被找了出来。如今他娘已经没了用处，你想去见，随时都可以。那现在就去。有人来看你们了。姐夫，我不是你的姐夫，我这次过来是来看你的笑话的，顺便带一个人来见你。姐夫，我是无辜的，真的，我不是什么夏国公主，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娘做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姨父，救我，你救救我！不救，我巴不得你们去死。鹏儿，你进来吧。你是谁？二爷，30年了，我终于见到你了。看到你如此凄惨，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呢。你是若琳？不可能，你明明已经死了。你都没死，我怎么可能会死？我今天来便是来找你报仇的。原来是因为你姐夫才会怀疑我，将我关在这天牢之中。姐夫，他说他是若琳，他就是吗？若琳已经死了。他是不是若琳，我比你清楚。我认得自己儿子。叶千柔，别装了，真相已经大白，你再怎么装，我们也不会再相信你，你难逃一死。你的这张脸
一直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时候我虽然年幼，可你应该知道，我自幼记忆好，越是痛苦的事情，越是记得清楚。我记得你的所作所为，是你绑架了我和我娘，也是你害死了小舅舅，是你命人将我和我娘活埋。皇上已经同意将你们母子俩交给老夫来处置，你想如何处置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活埋。娘，孩儿回来了。娘，对不起，过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孩儿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孩儿今年38了，娶了妻，有了一对子女，女儿嫁了人，孩儿把女儿、女婿、儿子都带回来看您了，您当祖母了。若琳，你已经知道爹是冤枉的了，你喊我一声爹好不好？爹，爹在这里，爹不会再把你弄丢了。对不起若琳，对不起若琳，爹的若琳，你终于肯认我了。我问过管家了，京城里的铺面很贵，买铺子不划算，买酒楼更是难得很，好的位置都被别人占了。我和平安要开店，只能先租铺子。租铺子也是可以的，先试营一番，了解一下京城人的喜好，再买铺子也不迟。租什么铺子？家里就有现成的铺子，铺子挺大，就是位置不太好。咱们家有铺子吗？您不懂做买卖，哪来的铺子？祖父是不懂经商，但是你祖父我喜欢找人打架，跟人比拼的时候会小赌一下。那个铺子是我找乔怀志打架赢来的。乔家的铺子？说是铺子，其实跟酒楼差不多大，只不过这个铺子只有1层，不像那些大酒楼有2层。你们姐弟俩若真是想做生意，祖父就把铺子给你们，你们想拿来做什么都行。那么大的铺子，开一家很大的酒馆足够了。堂堂会做那么多的好吃的，随便拿1样出去都能香迷糊京城里的那些人。祖父当真要把铺子送给我和平安？其实我们可以买。买什么买？你把祖父当外人呐？你爹都原谅祖父了，你还把祖父当外人？气死我了！我送个铺子给自己的孙女儿孙子怎么了？不行吗？那个铺子不给你们，再放下去就坏了。祖父您别激动，我错了，对不起，我不该说买这个字。孩子，千万不要跟祖父见外，咱们是一家人，除了铺子，你们想要银子也可以跟祖父要。祖父那些年一直在打仗，圣上赏赐了祖父很多好东西，一会儿你们跟祖父去账房挑。那个铺子明天祖父亲自带你们去瞧瞧，合适就用，不合适就另外买一个铺子。租什么铺子？又不是没有银子。好，我们都听祖父的，不会跟祖父客气的，是不是爹？跟老头客气什么？这里是我家，我是世子。明儿个我们就去库房把好东西都拿了。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把好东西都拿了。每天上朝都要起这么早吗？在乡下干农活都不会起这么早。哦，不对，刚开始做豆腐的时候也是起这么早。太可怕了。没睡好，年轻人要多锻炼，睡多了会更懒。以后常跟我早起锻炼。我心脏不好，锻炼多了会晕过去，求祖父饶了我吧。当年你爹想睡懒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糊弄老夫的。你小子好的不学，不好的都学会了。真哎呀，老夫的孙女好苦啊，居然嫁给了你这样的懒人。
哎呀，合着我现在用的这些手段，都是我爹妈剩下的。娘子，我好饿好困呐，舅舅好过分的，让我在大殿上站了好久，凳子都不给我一个。臭小子，当着我们的面跟糖糖撒娇，你的脸呢？脸很滑呀，不跟我娘子撒娇，跟你们撒娇吗？哦，不对，我这不是撒娇，我这是抱怨。娘子，你看看我的脸，一晚上没睡都粗糙了，黑眼圈老大2个。是粗糙了。一会儿我给你擦点美肤膏，你做的那个，再吃点猪脚火锅，补补精气神，好不好？好，娘子真好。嘿，老夫错了，孙女婿跟南宫燕不一样，南宫燕没这么没脸没皮。爹啊，我现在给糖糖换个相公还来得及吗？不行，他现在是平山王，皇上已经下了圣旨了，让你女婿继承平山王的爵位。年后等平山王府收拾好了，这小子就会带着糖糖入住平山王府。嘿嘿嘿，老夫聪明伶俐美若天仙的孙女儿啊，好白菜被猪给拱了。皇上直接让萧景璇出现在了所有文武大臣面前，宣布了他的身份，还让熊敬忠宣读圣旨，让萧景璇继承平山王之位。你们是没看到啊，满朝文武在看到萧景璇的时候有多惊讶。早朝太可怕了，我跟皇上舅舅说了，我是山野来的，不懂什么朝堂争斗，大臣们说的那些话我都听不懂。今天他们敢在朝堂上质疑我，明天就敢嘲笑我是乡下来的。我不想上早朝，皇上舅舅答应了，然后我又趁机从皇上舅舅那里要了一些人手。我告诉他，我爹娘死的冤，跟随我爹娘的那些将士也都死不瞑目，我要查出当年的真相，还他们一个公道。皇上舅舅同意了。暗查吗？暗查，线索指向高义，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露出马脚，找出证据。事情过了这么多年，证据有点不好找，高义藏得太深了。其实我爹娘的事儿，舅舅也有怀疑，所以早早盯上了高义。只是高义隐藏得太好，且朝中很多臣子都向着高义那边，那些人都不是干净的。高义当了这么多年丞相，暗地里收拢了很多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京城里的这些世家，大部分都是跟高义关系匪浅。平山王哪来的儿子？我姑姑死之前分明没有怀孕，那个人肯定是假的。殿下，皇上说当年玉龙山一战，朝阳公主并没有死，埋伏平顶山夫妇的那些人意图活捉朝阳公主，用来威胁皇上。平山王识破了那些人的意图，发现朝阳公主有了身孕，便拼死一战，让心腹将朝阳公主送走。朝阳公主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却遭到了追杀，护送公主离开的心腹都死了。后来不知怎么的，朝阳公主也失忆了，因为失忆，她才没能回到京城，一直在外流浪，直到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孩子刚出生，朝阳公主就恢复了记忆，敌人也找了过来。为了保护孩子，朝阳公主将孩子托付给一个被她所救过的老农，她独自引开敌人，被迫跳崖，尸骨无存。这是我父皇说的？是的，皇上亲口所言。殿下，那位真的是平山王世子，他不仅是平山王的儿子，还是护国公的孙女婿。平山王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萧锦玄。不行，我要去见父皇，我要进宫。这位就是表哥吧？表哥，我是你的六表妹，你可以叫我明珠。明珠，我是你表嫂，不知道你也在外祖母这里，表嫂没有准备见面礼，你不要见怪。你是从乡下来的，不懂规矩也很正常，本宫不跟你计较。明珠，怎么说话的？赶紧跟你表嫂道歉。表嫂？哼，区区一个农女，她配当本宫的表嫂吗？皇祖母，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外人凶明珠呢？农女又如何？你吃的米饭是农民种的，哀家也曾是农女，我们这些农女招惹你了，让你这般瞧不起。皇祖母。明珠，你的皇家风范呢？你的气度呢？你学的那些规矩呢？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父皇母后也曾种过地，
你是不是也瞧不起他们？我没有，皇祖母，明珠错了，真的知错了，您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今天是除夕，哀家本不想说你，但你方才说的话实在令哀家很失望。哀家从未想到你竟是这般想你的表嫂的。你嫌弃你表嫂，是不是也嫌弃你表哥呀？不，我没有，明珠从未嫌弃表哥。唉，知道错了就好，以后不可再犯了。起来吧，去跟你表嫂道个歉。哼，区区一个农女而已，竟敢如此羞辱本公主，你给本公主等着。表哥，别笑表哥，我不认识你，我是乡下来的穷小子，担不起公主一声表哥，瞧不上我和我娘子，我们还瞧不上你呢，五谷不分的娇气包。你怎么这样说本宫？你好大的胆子，本宫！快闭嘴吧你！在外祖母面前，你自称什么本宫啊？这么喜欢摆公主架子，回你的宫殿去摆去，别在这张牙舞爪的。你，别你的，堂堂公主没礼貌不说，连话都说不清楚。说你两句就哭，你怎么可以这么小气啊？外祖母，我没有打她，是她自己哭的。你欺负我，你是我表哥，你怎么可以欺负我呢？你羞辱我娘子，我娘子都没哭，你怎么好意思哭的？还说我欺负你，我实话实说就叫欺负了吗？这不叫欺负，这叫教育。要真要欺负你，在你说我娘子的时候，我早一拳打烂你的嘴了。今天是除夕，别哭了，哭得我心情不好，我把你绑到丢茅坑里。你敢？你试试我敢不敢？够了，你不要真的动手，她是你的亲表妹。谁稀罕她这样的亲表妹？她不尊重你，我就不认她。哼，我才不认你这个表哥呢。谁稀罕？你认不认我身上都不会少一块肉？行了，你少说两句，外祖母还在这里呢。没关系，兄妹之间吵吵闹闹的很正常。谁跟他是兄妹了？我不认这个表兄。明珠，不认就不要在这里吃团圆饭了。啊，皇祖母，明珠知错了，您不要赶明珠走。想要留下来，就少说几句。你也少说两句。这刚见面，你们就吵成这样子，下次见面是不是要直接打起来呀？表嫂若是不拦着，你真会打我吗？呵呵，会。明珠公主，我相公虽然懒，却很护短，他不仅护我，也会护家里的其他人，前提是那人得得到他的认可。啊，得到表哥的认可，那表哥认可我这个表妹后，是不是也会护着我了？还吵吗？不吵了，我也不哭了。表哥表嫂，你们快到这边坐下，我带了不少好吃的点心过来呢。景轩，身为战神之子，你身上有着太多要承担的责任，你继续如此软弱是不行的。朕一晚上没睡，想了很多训练你的法子。训练我？训练我？舅舅，我身子不好，经不起训练的。正是因为你的身子骨弱，所以才需要训练。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以前在清泉村的时候有多懒，出门要小辈用板车拉你，吃饭要人喂，你5个路都走不稳了，还得天天为你操心。你呀，你还说会宠我，会对我好，大过年的如此说我嫌弃我，这叫宠我吗？我想五哥了，我要回乡下，我就是个泥腿子，我当不了什么所谓的王爷。元武帝深呼吸着，压下想要给萧景玄一巴掌的冲动。3日后陪朕去一个地方，你想好好当懒人，就得有当懒人的实力。这句话朕跟你爹也说过，你是南宫燕和公孙青英的儿子，你不可能是个废物。他说了半天也不见萧景玄回应一声，他定睛一瞧，看到萧景玄站着睡着了。萧景玄，姐夫还没有回来吗？不碍事儿，他不是小孩子。姐夫虽然不是小孩子，可他懒啊，天越冷就越懒。这会儿下雪了，
我怕他走在路上时冷得倒地就睡了。你姐夫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你们不打算去丞相府走一走？这个高义也真是的，义帝的儿子来京了，也不见他这个二伯父表示，态度冷淡又疏离。难不成21年过去了，他不认南宫燕那个三弟了？祖父说的对，高丞相跟我公爹是兄弟，我和相公理应去给太老人家拜个年。是该去拜个年。对了，景玄什么时候回来？后天回。你到底去做什么了？对不起娘子，舅舅让我别把这2天的事情告诉你，他让我谁也不许说。既然是秘密，那就不说。你不生气，气我不坦诚？我为什么要生气？你们有你们的考虑，不用什么都告诉我。放轻松点，我又不是什么母夜叉。不说这个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大公主送来了请柬，邀请我们15去看灯会，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所以没有拒绝。你去不去？去，必须去。这半个月内我有的是时间，咱们可以玩个痛快。把这段时间过了，我们就得搬进平山王府，到时候我会经常出去办事，府上就得靠爱妃了。那都是小事儿，安心做你的事情。叶棠顿了顿，又说了去丞相府的事儿。这个丞相府我早就想去了，咱们今儿让人递上拜帖，明早过去。萧景璇让侍卫把年礼拿上来，有腌菜，有老腊肉，有最辣的变态辣辣椒，还有一些臭豆腐。盖子打开的瞬间，臭气熏天，直接把高家人都给熏吐了。这都是本王从山野带来的特产，你们别看这些东西卖相不好，吃起来可美味了。本王家里穷，没有肉吃的时候，就靠这些吊着命呢。高丞相，你们应该不会嫌弃本王送的这些小小的薄礼吧？本王也知道送这些东西太廉价了，但是本王出来京城，手上没有银子，只能拿出这些东西来。它们虽然不珍贵，却是本王的一片心意啊。哎呀，王爷的心意我们都明白的，本相心领了，心领了。高丞相，你家真是人丁旺盛啊，这么多的子子孙孙，真好，真好啊。本王原先不知道你和我父王的关系，近几日才从护国公那里得知你们的事儿。你既是我父王的二哥，那便是本王的伯父。哎呦，担不起，您是王爷，本相哈哈，担得起。就凭你和我父王的关系，本王唤你一声伯父是应当的。高伯父，本王在山间长大，出来京城不懂什么规矩，只知道对待长辈应当以礼相待，过年要给长辈拜个年。高伯父，新年好！高二哥、高二嫂，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高二哥，你见过我爹吗？当然见过，南宫叔叔是我最敬佩的战神。是吗？好羡慕你见过我爹，不像我，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父母，以前见不到，以后也见不到。王爷别难过，你还有我们，我爹跟南宫叔叔是兄弟，他会像你亲爹一样疼爱你的。真的吗，高伯父？南宫叔叔在世时很疼我跟大哥还有三妹，每年都会送我们不少好东西，那些东西我到现在都还珍藏着，王爷想不想看一看？想，但凡是跟我爹有关的东西，我都很感兴趣。高二哥有没有我爹的画像啊？有，但是你娘的画像我没有。哦，对了，我爹有你娘的画像。爹。高继还想说什么，就看到高义的脸色有些阴沉。高伯父，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我娘的画像啊？舅舅那里虽然也有我爹娘的画像，但那是他自己画的，他是个大老粗，画得不好看。你是丞相，学识渊博，画技无双，画的画像肯定比我舅舅的好，你给我看一眼好不好？求你了，我只看一眼，不会抢的，我保证。王爷想看，本相就给您看。你如果想听你父母的故事，本相也可以和你说。好，太好了，我要听，我有的是时间听高伯父讲故事。高伯父，怎么没看到高大哥？他生病了，怕见生人。我觉得高行肯定知道些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他找到高义害死父王和母妃的证据。高行的疯病明显是受到四气所致，他和高继对我父王和母妃都极为尊重和崇拜。我想夜探丞相府。在丞相府闲逛的时候，我发现四周隐藏了很多高手，想在丞相府里行事有点麻烦。
我也察觉到那些高手的存在，但是没关系，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要我跟你一起吗？不用，你轻功不如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我不是嫌弃你轻功不好，我只是……哎，不用解释，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何尝不嫌弃你力气小呢？你可有在高义那里看到画像？看到了，画像放在书房，他让我在一间屋里等着，他去将画像拿来。那幅画除了我娘和我爹，还有舅舅和高义，画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有问题的是高义说故事的语气，他给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爹和我娘的事。说到我爹的时候，他的言语波动并不大，但在说到我娘时，他的言语之间暗藏了些许温柔。我怀疑高义喜欢我娘。喜欢你娘，还害死你娘？等等，不对，他若真要害死你娘，哪还有你的存在？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母妃当年风华绝代，天下男人为之疯狂迷恋，高义或许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年纪大了，又有妻儿，是配不上母妃的，所以一直没有表露心迹，隐藏的时间长了，就会不甘心，生出了得不到就要毁灭或者是囚禁的可怕想法。他跟父王是兄弟，关系好的能穿一条裤子，对父王的弱点了如指掌，所以才会在父王和母妃与敌人交战的时候，设计让他们战死玉龙山。母妃之所以能逃出来，应该是高义故意放水，他想要母妃活着，只有母妃活着，他才能将母妃囚禁。母妃被囚禁之后，抵死不从，本想跟高义同归于尽，却发现怀了孕。她隐瞒了怀孕的事情，可她的肚子日渐变大，高义到底还是知道了她怀孕的事情。高义要杀掉母妃肚子里的孩子，母妃苦苦哀求，假装顺从。高义以孩子为威胁，逼母妃嫁给他。母妃深知高义日后肯定不会放过孩子的，想要逃走。刚巧父王的人找了过来，将母妃救了出去。高义派人追杀，母妃在逃亡路上生下了你，他将你交给了父王的心腹，独自一人引开了追杀。最后母妃抱着一个假婴儿，当着追杀者的面跳了崖。我师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当时不在我母妃身边，赶到地方的时候，我母妃已经跳崖了。追杀我母妃的那些人在山崖下找到了我母妃的尸体，以及那个婴儿。那个不是假婴儿，是真的孩子，只不过他刚出生就死了。母妃抱着他跳崖后，两人摔得面目全非。那些人想把我母妃的尸体带走，我师父及时赶过来杀了他们，夺回了我母妃的尸体。萧景璇换上夜行衣，戴上面具，施展轻功翻墙进入丞相府。可等他找到高航的院子时，却发现这里空了，护卫不在了，高航也不见了。转移了，动作还挺快的。高航被转移到哪里去了呢？丞相府外，叶棠同云珍三人躲在附近。忽然一辆马车从丞相府后门出来，直直往城北而去。那是高义的专属马车。这么晚了，高义要去哪儿啊？一定是去做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跟去瞧瞧。别冲动，小心是野蛇出动。你们继续守在这里，我去方便一下。马车在一处小宅门口停下，车夫钻入马车之中，将一个人抱了下来。那人被五花大绑，嘴巴被堵住，竟是高航。大少爷，对不住了，小人也是奉命行事，您得换个地方静养一些日子。等你好了。退！你个狗奴才，竟敢欺辱本大爷！你等着，等本大爷东山再起，必将百倍奉还！真是个白痴，跟你说话就是在浪费时间。以后你就待在房间里，哪儿都不能去，吃的我会送进来，不会饿死你的。放开本大爷！你敢把本大爷当狗，本大爷要杀了你！原来你能明白我把你当狗呢，你傻的也不是很彻底啊。大少爷，你知道你给相爷带来多大麻烦吗？你疯傻了这么多年，丢了那么多脸，让雨曼小姐在其他千金面前就因为你这个脑子不正常的爹而受到嘲笑，让相爷忙碌之余还得抽空为你寻名医，你简直就是个累赘。像你这样的废物死了对大家都好，夫人一死你就不正常了。别人家的儿子都是为父亲分忧，你是为相爷带来麻烦，若非相爷心善，你这个儿子早该被抛弃。嘴上说个不停，丝毫没有注意到一道身影悄然靠近。反派死于话多，你这么喜欢狗，那你来当狗好了。叶棠丢掉棍子，往车夫的嘴里撒了一颗药。弟妹，
你来救大哥了，我就知道你和王爷弟弟肯定不会丢下我的。哎，别急着打，我刚给他喂了药，等药效彻底发作了再打。咱们先把他绑起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他刚才欺负你，现在我们欺负回来。弟妹，谢谢你帮我报仇。你守着他，别让他跑了，我去厨房给你找点吃的。你去吧，我一定会看紧他的。厨房里什么也没有，他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只烤鸡和一大碗米饭出来。哇，有鸡吃！高大哥，白天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啊，我说了什么呀？你说你爹不是好人，他为什么不是好人？他不是好人，你要信我。我相信你，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吧。你说什么我都信。你爹到底做了什么？我爹杀了人。他杀了谁？他杀了我娘。你娘？你娘不是病死的吗？我看到了，我娘生病了，她躺在床上，我爹去给她送药，爹说娘是活该，娘早该死，我就被吓到了，就跑到树后面躲了起来。爹走了之后，我去找娘，让娘不要伤心。娘哭着说是爹害了她，她不是生病，是爹给她下了毒。我娘还没说完，爹就回来了，我害怕他，就躲到了床底下。我娘骂爹是负心汉，利用他功成名就后就要杀了他。娘还骂爹是恶心的庶子，若非爹有心勾引，让娘未婚先孕，她堂堂乔家嫡女，怎么可能会嫁给爹这个庶子？爹是庶子，高家最不受宠的庶子。爹很生气，他把娘从床上扯了下来，掐着娘的脖子，骂娘是贱人，骂我和二弟还有妹妹是废物，他把高家还有乔家的人都骂了。娘快被掐死了，他很痛苦，他使劲挣扎，爹就是不放手。娘嘲笑爹老不休，一把年纪了还去惦记兄弟的妻子。不说了，不说了，我不想听了，你别说了。要听，娘说了，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家，让所有人都知道爹是坏人。爹掐着娘的脖子，打娘的脸，娘的脸被打烂了。娘哭着说爹喜欢朝阳公主，玉龙山一战是爹一手操控，是爹害了王妃叔叔和王妃婶婶，是爹为了一己私欲害死了好多将士，他通敌叛国，他是坏蛋。把这些话都说完之后，高航哭晕了过去。人呢？逃了。去追。追不上，那人施展的轻功是前影无痕，此轻功天下无双，是江湖人称鬼影红龙飞的独门轻功，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人会。那人是鬼影红龙飞？不清楚，在下没有见过红龙飞，只听过大名。行了，追不上就算了，不管那人是不是红龙飞，应该都和萧景轩脱不了关系。好在老夫已经将航儿转移了。对了，航儿那边安排的如何了？不知道，我没跟着去。你去瞧瞧。算了，还是别去了，看不看他都是那个样子。马进能处理好一切，日后就当丞相府没有高航这个大少爷。你醒了，要不要喝点水？我怎么了？头好疼啊！啊，你晕过去了。他什么时候醒来的？打晕他！不用打晕他，他现在口不能言，使不上力气，对我们呀造成不了威胁。在你昏迷的时候，我给马进吃的药起效果了，那药废除了他的武功，我又给他吃了一颗哑药，让他说不出话来。以后马进啊就是你的狗，你想怎么报复他都可以。他打不过我了，我怎么打他都不能还手了。太好了，弟妹，你好厉害，哥崇拜你。以后我会经常过来看你。你不把我带走？你不能走，你若是走了，哪天你爹派人来看不到你怎么办？
他肯定会四处找你，到时候你我都会有麻烦。这个人已经不能再欺负你了，你待在这里很安全的。你把他关在房间里，当个乐子，慢慢折腾。以后我会给你送吃的来，等我和相公把事情都处理好了，就光明正大的把你接出去。我来找你的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让这个人逃出去。你要是不想要这条狗了，就把它处理了。娘子，你没事吧？你是不是扑了个空？高航被转移出去了，我见到他了。我们离开这里，回去慢慢说。爹，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哎呀，不见你们回来，我哪敢睡呀？你们再不回来，我都打算出去寻人了。是我们让爹担忧了。哎，我也是瞎担忧。你们回来了，就快去歇息吧，都这么晚了。回到房间，叶棠立刻将高航说的话都告诉了萧景璇。他昏迷的时候做了噩梦，说了一些梦话，只是这些梦话里没有能够证明高义通敌叛国的证据线索。高夫人临死前的那些话，也只是他自己的猜测而已。高航这次能和我说这么多，不是信任我，毕竟我们和他才刚认识。他愿意把真相告诉我，是因为爹娘的关系。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高义的所作所为，但是已经可以确定玉龙山之事是他所为。他通敌叛国，与扶桑和北翼都有交易。既然找不到证据，那就引他露出狐狸尾巴。实在不行，我们就自己制造证据。也不知道乔家知不知道高夫人的真正死因。相公，让摆小楼的人把高夫人的真正死因告诉乔家主。哇，好多灯笼！这是兔子，哎，那是鸡，姐，还有鸳鸯。我喜欢那个虎灯笼。姐，我和爹去玩了，就不陪你和姐夫去应约了。他们父子二人今晚是来长见识的，不是来陪那劳什子的公主王爷的。我们遇到刺客了。叶棠把遇刺的事告诉了大家。岂有此理！这次的刺客又是谁派来的？是上次的那个人吗？不管是谁，老子都不会放过他。孙女儿、孙女婿，你们安心养病，祖父这就进宫向皇上讨要监察刺客的权利。我要亲自彻查刺客之事，揪出那幕后之人，绳之于法。啊，还有苏应怀那个老匹夫，竟敢将老夫的孙女婿丢下那般冰冷的湖水里，害得老夫的孙女婿病重如此。老夫定要上门去找他说说理。祖父，太晚了，明早再进宫吧。不行，必须现在进宫。苏应怀既然回京了，那他肯定会连夜进宫去面见皇上，然后隔日去太子东宫以及各个王爷公主府上走一遭。我现在赶去宫里，肯定能见到被搅了好梦的皇上和那个老匹夫。我祖父跟帝师有仇吗？哦，没仇，只是打过架。我祖父被打了？你祖父没挨打，挨打的是帝师大人。皇上没有追究吗？打了皇上的老师，皇上不会生气吗？如此重要的大臣，怕是也难逃一罚吧？没有，护国公第一次打帝师大人的时候，帝师大人还不是帝师，只是少年出名，是无数人追捧的绝顶才子。老师，见到景璇那孩子了？见到了。哼，那孩子太废材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在乡下长大，没人教导。哼，谁不是在山里长大的？老臣也是在山里长大的。山里不比京城差，他会是那个样子，是他自己的问题，不上进。他急着回京，是因为收到了苏家的传信，说是平山王有儿子了。看到的是萧景璇这个臭小子被刺杀。被刺杀就算了，堂堂男子汉居然躲在妻子后面，跟个龟孙儿一样。他没忍住，把人扔进了湖里。哎呀，陛下，老臣连夜来扰您，是想让您同意，让老臣教导萧景璇。这孩子以前没学好，那以后就好好学。他不可能比他爹差到哪儿去，就算不如他爹，也不可能是现在这种窝囊样。朕同意把景璇交给您。陛下，护国公求见。冲您来的。哼，老匹夫来的倒是挺快，2个小屁孩回家告状了，21岁了还告状，幼稚。哟，
这不是那个只会耍嘴皮子，打不过我就飞上天，像老鼠一样逃窜的帝师大人吗？哟，这不是那个只会舞刀弄枪、蛮不讲理、只会用蛮力解决事情的护国公吗？你大晚上不待在自个儿家里，来宫里做什么？怎么，知道老夫回来了，来讨几声骂吗？你少给我在这装傻！你回京就回京，去欺负我孙女婿做什么？人家景轩刚刚遭遇了刺杀，身子弱弱的一个小伙子，正是需要关怀的时候，你二话不说就把人丢到湖水里，把他冻得浑身冰凉凉的，这会儿躺在床上，小脸白得跟纸人似的。你可真是够心狠的。老夫什么时候把他扔进湖水里了？老夫只是手滑了，在湖水里泡了那么一小会儿的功夫，他就病了。这体质比老夫还差，不行，必须好好锻炼。太废了，太废了。废什么废？锻什么炼？你想对老夫的孙女婿做什么？萧景玄不仅是你的孙女婿，还是平山王的儿子，南宫苑和朝阳公主的儿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流落在民间多年，能活着长大就不错了，你还想让他怎么样？既然已经是大人了，那就更应该把以前的错事补回来。护国公啊，今晚老夫不跟你吵，老夫跟你说正经的，你孙女婿如今这副模样，你当真能看得下去吗？看不下去。哎，嘿嘿，那我们就联手，好好教育这个小子。你教武，我教文，文武双全，一样都不落下。老夫同意，但是老夫有一个条件。你说。教一个是教，教两个也是教。我儿子儿孙们也挺好学的，你顺便把他们也教了吧。哎呀，老夫凭什么教你的儿孙呢？想当老夫的学生，你的儿孙们还不够资格。什么不够资格？我儿子是萧景玄的岳父，我孙女儿是平山王妃，我孙子是萧景玄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一家人，你一起教怎么了？你若是不一起教，只怕平山王会不愿意跟你学哟。你若是一起教了，不用你逼着他学，他都会自觉的去学，因为有我孙女儿看着的。他也是个怕媳妇的。上官正华点头，元武帝也点头。哎呀，南宫燕是这个德行，他儿子居然也是这个德行。好，老夫教，老夫一起教。老夫先说好啊，老夫是很严格的。我比你还严格。都到齐了，一大早把你们叫过来，是有件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们。昨晚我不是进宫面圣了吗？运气很好，在御书房把帝师堵住了。我跟老夫吵了半天，最终一致决定由我和帝师来教导你们，一个教文，一个教武，保准让你们文武双全，天下无敌。惊不惊喜？高不高兴？你们是指我相国、我爹还有平安，您和帝师要共同教育我们4人。是呀，皇上也同意了。我舅舅把我卖给你们了。皇上还写了圣旨，大概1个时辰之后送到。你们是奉命学习。孩子们学习就算了，我30多岁了，为什么也要跟着学？还跟孩子们同一个老师？因为爹想望子成龙，以前无子可望，现在可不得好好的望一望吗？30多岁又不是入土的年纪，我50多岁了，不还得给你们当老师吗？你们4个别一副死了亲人的表情，学文学武而已，比种地轻松多了。我要做买卖，没时间学那些。你更应该学，不好好学，做买卖容易吃亏上当。放心，祖父和帝师已经商量好了，会留一点时间给你去做买卖的。你什么你？你才是最应该学习的，他们都是陪你学习的，不好好学习，如何当你的平山王？你以为当王爷就是吃吃喝喝吗？做你的大梦，
昨晚被抓的那些刺客全都被关进了大理寺，皇上已经同意由我和大理寺卿受理此事，严查幕后之人。孙女婿，等圣旨送到以后，你跟我去一趟大理寺。萧景轩，上官正华的儿孙呢？老是老了也不知道来迎接，死哪里去了？难不成逃课了？帝师大人，您怎么来了？您不是应该去辣不怕火锅城了吗？哼，什么辣不怕火锅城？老夫去那里做什么？老夫与护国公说好了，开学第一天，早上先学文，下午再学武。可是帝师大人呐，我家王爷和王妃早早就出门了，他们不在府上啊。什么？他们竟敢逃课，岂有此理！不是的，不是逃课，是这样的，王妃开了一家名为辣不怕火锅城的店铺，今天正式开张，王爷他们是去开店的，说是1个时辰后就会回来。开店？护国公也去了？啊，去了。辣不怕在何处？老匹夫竟敢耍我！王妃，少爷不见了。平安怎么了？他不是去火锅城了吗？今早根生随少爷去辣不怕，途经那处人最少的小道时，有人将少爷给绑走了。我们的人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了被迷晕的车夫和重伤的根生。竟敢动我们护国公府的小少爷，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将贼人找出来大卸8块。你先别着急，咱们慢慢找人，只要人还在京城，是绝对能找到的。我来的路上已经分析过了，最有可能伤害平安的人，一是高义，二是乔家。方叔告诉我，乔玉良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平安打了他，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回来。我们这就去找乔玉良。教主，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玉良少爷把护国公府的小公子给绑了。谁让他这么干的？是玉良少爷自己的主意。他说叶平安不识好歹，他有心和叶平安合作，还请叶平安去玩乐。叶平安不领情，反而对他说教，恼怒之下还动手打他。玉良少爷气不过，就设计把人给绑了。护国公府和平山王府正在到处找人呢，若是被他们找到了人，知道是玉良少爷绑架的，那咱们乔家就麻烦了呀。稍安勿躁，玉良办事是糊涂了，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护国公府和平山王府虽然风头正盛，但这2个势力都没有实权，不足为险。你带着人先去找到玉良少爷，警告他不要闹出人命，省得上官振华那个老不死的来找本家主胡搅蛮缠。家主，不好了，护国公带着人闯进来了。家主，不好了，平山王带着侍卫将咱们乔府包围住了。什么？平山王凭什么包围我们乔府？他哪来的权力？谁敢把我上官振华的孙子，我让你们乔家鸡犬不宁！护国公，你怎可擅闯民宅？未免太放肆了！哼，乔家主，你好大的本事啊，连本王的小舅子都敢抓，这是没把本王放在眼里是吗？还是说你乔家权势滔天，天不怕地不怕，认为整个元朝都是你们乔家的？平山王爷，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乔家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少来这套，本王不是来跟你鬼扯的，本王是来问罪的。别不承认了，你虽然乔玉良已经被抓了，人马上就会送过来，你还是老实点比较好。平山王爷，本家主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果然是年纪大了，糊涂了，耳朵都不好了。本王说话如此清楚，你却听不明白，那耳朵不要也罢，割了吧。平山王爷，您未免太不讲理了。本家主什么也没有做，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的孙儿绑架了叶平安，证人在哪儿？证据在哪儿？没有证据就是污蔑。证据在这里。玉良，乔玉良设计绑架本王妃的弟弟，想让我弟弟跟你孙女儿乔玉心生米煮成熟饭，为此乔玉良还给我弟弟下了毒。我弟弟才15岁，那种药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乔家主，你真是生了一对好儿女啊！你们乔家真是卑鄙无耻，养出的姑娘居然是这种恨嫁的无耻之人，为了嫁人真是什么手段都能用。老子今天真是长了见识了，就这种低贱的货色也配嫁给我儿子？呸！狗都不要的玩意儿！身为他们的祖父，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你的孙子陷害我的好孙儿，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我跟你们乔家没完！你们先冷静一些好不好？冷静个屁！你孙儿绑了我的孙子，差点把人害死了，你还想让我们冷静？行，我打死你再冷静！你竟敢打本家主！打不得吗？你冷静点，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哎呦，不好意思，手滑了。你们再啰嗦一句废话，本国公的手会更滑，到时候乔家主的头就要变成2半了。胡国公，你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老夫从不仗势欺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到头上来。乔老头，今天来好好算一算这笔账。祖父，不是我的错，是六哥逼我的。他说叶平安虽然是从乡下来的，但好歹也是护国公府的嫡孙，我嫁给他以后肯定能过得很好。我不认识叶平安，是六哥逼着我的。我若是不按照他说的去办，他就要把我送给别人当小妾。混账！他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将乔家女儿送给别人当小妾？你们的婚事自当是当家主母说了才算。阿姐玉婉便是被六哥送给马将军的。祖父，六哥还说了，他今后会成为大房的顶梁柱，那些嫡子嫡女都不是他的对手，所有人都得仰仗他。小小庶子也敢自称大房的顶梁柱，自不量力。大伯也不知道是如何管家的，竟让一个小妾掌中馈，如此明目张胆的宠妾灭妻，你也不怕大伯母他鱼死网破？乔家主，你们家的事情你们以后再处理，先把我们的事情给解决了。不管乔玉良的身份如何低贱，他害了本王的小舅子是事实，这其中少不了你的纵容。若非你把他宠坏了，他怎敢如此嚣张，目无王法？是老夫教导无方，王爷要让老夫如何做才能解了您的怒气？你不仅要解了本王的怒气，还得解了本王岳父一家的怒火。他们的怒火可比本王的大得多了。乔家主，我们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私了，一个是公了。私了便是我们私底下解决这个事情，公了嘛，便是我们国公府将此事闹到皇上的面前去。私了，乔家愿意跟护国公府私了。皇上日理万机，咱们还是不要拿这种小事去烦他了。老夫的孙子被绑架下药，这叫小事啊！不，本家主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们打算如何赔偿我儿受过的委屈？没有100万两银子，我是不会罢休的。弟弟，你怎可如此俗气？乔家乃元朝首富，是盐铁大商，家族产业涉及甚广，瓷器、染坊、钱庄、当铺。哦，对了，钱庄，咱们元朝最大的钱庄便是乔家的。钱庄啊，那都是银子呢，区100万两银子，对乔家来说不过是9牛1毛而已。今天是乔家有错在先，乔家主深明大义，定不会用区100两银子打发我们。平安王妃所言极是，那就再加100万两白银。乔家主真大方，200万两说给就给。事不宜迟，现在就去取银子来，真金白银，不要银票。200万两不是小数目，需要时间去取银子，还请护国公先行回府等待。本家主保证3天之内一定将200万两白银奉上。你觉得满意否？不满意。孙儿今天受到了这辈子最大的羞辱，不仅身体受到了伤害，心里也受到了严重伤害。除了银子，我还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乔玉良特意来找人羞辱本少爷的老女人。本少爷已经让人把这个老女人诊断过了，她身上有脏病，找一个有脏病的女人来羞辱本少爷，乔
乔玉良不仅要羞辱我，还要让我染病，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做人。我是个善良的人，我不杀你。你如此喜欢寡妇，这个寡妇以后就是你的了。你们现在就去洞房，等你们洞房完，本少爷再走。你未免欺人太甚！你的孙儿是咎由自取，若你们不按照我孙儿说的来做，那私了就算。老夫这就进宫面见皇上，请皇上为老夫主持公道。啊不，私了，要私了。行事之前，他们吃了药，乔玉良死在了寡妇身上。老夫可以给你们3天时间，但是这3天必须算利息。乔老不死的，老夫听说你的小金库里有不少宝贝，这样吧，你让我的孙儿进你的金库里随便挑一件宝贝，就算是利息了。好。见识到京城权贵的可怕了没有？见识到了。若我还是瓮岗村那个弱小没有大后台的叶平安，现在早已经死无全尸了。光有银子是不够的。今天的苦没白吃，长了点脑子。姐夫，你是在拐弯抹角的骂我笨吗？你一点都不笨，你聪明着呢。我只是想告诉你，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京城中人才多不胜数，经商的、读书的、学武的，各种人才都有，竞争也很激烈。今日有乔玉良害你，明日指不定还有另外一个乔玉良。身为护国公府的嫡孙，姐夫你别说了，大道理我都懂，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而且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我只遭到了1次绑架，你却遭到了2次刺杀。我比你们好，没有被绑架，也没有被刺杀。礼部的崔尚书有意将他妹妹嫁给你，还有工部张侍郎也有嫁女的想法。他的女儿不嫌弃你的年纪大。不是，我就是一个屠夫而已，居然有人喜欢。别自恋了，人家喜欢的不是你这个人，是你的身份，护国公世子。爹，虽然这个是事实哈，但您能不能别说出来？不能，儿子，你得学会面对现实。我可以有后娘，但不能是那种居心叵测的后娘。行了，我不需要女人，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林月的事情。你爹我心里也只有你娘一个人，放心吧，爹不是糊涂人，不会逼你娶妻的，除非你找到了想要相守一生的人。我大师傅他老人家已经睡了，他睡觉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起床气很大的。你们吃饭了没有？吃了。你们府上的下人待人亲和，把我和大师傅伺候得很好，那些饭菜特别好吃。大师傅说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饭菜了。就是可惜没有肉。出家人不是不吃肉吗？我大师傅荤素不忌，我也荤素不忌，无肉不欢的。哦，我不知道你的饮食习惯，以为晚上给你们准备羊肉火锅。潘姐姐，我听说过老平山王，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是老平山王的儿媳妇。哇塞，我太幸运了，居然认识老平山王的儿媳妇。三位师傅给我说了不少老平山王夫妇的故事，我对他们夫妇俩无比的崇拜，曾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夫妇俩一样征战沙场，保家卫国。有梦想是好的，不要放弃，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没有放弃学武功，我每天都很努力。都日上3竿了，他们还没起？难不成他们昨晚当真去干大事了吗？祖父，我姐和姐夫正值年轻，成婚这么久还没有一儿半女，难免会有些着急嘛。他们昨晚肯定是那个啥过度了。爹，你想不想抱曾外孙？想，当然想，我做梦都想抱曾外孙呢。是我给孩子们太多压力了，天天如此学习，铁打的身体也会累的。成，他们不来就不来吧，留点时间他们夫妻俩培养感情。你们2个现在跟我去马场，今天练习骑术。平安呢？可有受伤啊？没有受伤，
但惊吓不小。昨天抑郁了很久，今儿个应该已经好多了。这会儿跟我的祖父在一起。哼，你祖父又耍无赖，晌午到了他却还没回来，这是故意托客呢。罢了，今天看在平安的面子上，不跟他计较，随他们怎么玩吧。王妃，平安的事情你们应该第一时间告诉老夫的，他是老夫的学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所以没能及时告知您。而且平安的事情我们已经解决好了。解决好了，就把老夫排除在外。下次不会了。没有下次，既然当了你们的老师，自是要护着你们。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叶棠把乔玉良身死、乔家赔偿300万两白银的事儿给说了。老师不会怪我们要得多吧？哼，区区一个庶子的死和几百万两白银，就想抵消老夫学生受过的委屈啊？哪有如此便宜的事情？你们要的太少了。也罢，就你们的脑子，也只能要到这些赔偿。后面的事情，你们都别管了。老夫来添把火，乔家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真以为富可敌国，就所向无敌，无法无天的奸商。你怎会想着去跟踪乔三呢？因为乔家和高家是一体的，通过乔家，我能查到我想要的真相。我的运气很好，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异门，活捉了洪王。你有的不仅仅是运气，还有实力。洪王此人曾是北翼的战神，他的名头虽然不如你爹的响亮，却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你碰到他之后没被打死，还把人给抓了，哼，这不是实力，这是什么呀？景玄，你让朕刮目相看啊！外甥没什么本事，真的只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而已。不管如何，你这次立了大功，为朕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你回来的时候呢，也应该听说了乔家和高家的事情。乔家的罪名已经完全坐实，只有高家这边还差一点致命的证据。你抓回来的洪王，便是最好的证据了。说到证据，外甥这里还有一个人，他是玉龙山一战存活下来的人之一。哦，是谁？高丞相，皇上要见您，请跟我们走一趟。高丞相终于来了，朕等你很久了。进来吧。啊，老臣高义参见皇上。你抬起头来，好好的看一看，可认识这个人？啊，不认识。那你可认识他？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们，朕认识。他们一个是北翼国的洪王，一个是北翼国的骠骑将军。高义，你还想跟朕装傻充愣到什么时候？这是从你书房里搜出来的。你告诉朕，朕的皇妹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你再跟朕解释一下，这又是什么？看到元武帝手上的玉镯和地上的信件，高义的脸色更加惨白了。皇上，朕和南宫王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如此对我们？你们没有对不起老臣，是老臣野心作祟，是老臣想要的太多了。你不仅仅是朕的臣子，更是朕的兄弟，咱们三兄弟的感情比亲兄弟还亲。我和南宫雁无数次救过你的命，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的自私无情和迫害。高义，今天朕要审判你。今天朕把你们叫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通敌叛国的人不仅有乔家主，还有你们眼前的这位高丞相。这是真的吗？当年玉龙山一战，是高丞相泄露了老平山王夫妇来的行踪，是高义勾结北翼，害死了我元朝的战神和公主。严大柱，朕听闻你是玉龙山一战的幸存者，你告诉朕，告诉在场的大臣，你当年在玉龙山的战场上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曹明当年重伤昏迷，被2具尸体压着，
醒来的时候，亲眼看到老平山王被邵恒一剑刺穿心口，邵恒还得意大笑，说是高丞相出卖了元朝。你当年为什么不说？为什么？曹民说了。曹民醒来后，第一时间把听到的真相告诉了周副将。周副将当即就去找了莫将军，没多久，周副将就死了。皇上，微臣并未见过周副将。曹民记得很清楚，周副将就是去找你了。你为何说没见过？是不是你害死了周副将？你休要胡说八道！本将军说没有见过他，便是没有见过。皇上，臣可以对天发誓，臣真的没有见过周副将。若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曹民也可以发誓，曹民说的都是真的。若有一句谎话，五马分尸，死无全尸。皇上舅舅，莫将军没有说谎，他的确没有见过周副将，万圣相信莫将军。他也没有说谎，莫将军和袁大柱说的都是真的，说谎的人不是他们，而是周副将。这是外甥找人从周副将的同胞弟弟家中找到的。元武帝拆开看了一眼，只见信中写了周副将如何与高义勾结，给南宫雁下药的事儿。周副将是高义的人，是他帮助高义潜入了玉龙山，只是他不知道高义来玉龙山的目的。周副将一直很嫉妒莫将军，他们二人的关系本就不好。周副将若有要事，绝对不会去找莫将军的。他们要找的人，应当是躲藏在军营附近的高丞相。周副将不知道高义要谋害我的父母，因此在严大柱这里听到真相后，心里非常的震惊。他要去找高义求证，顺便以此威胁高义，给他荣华富贵。高丞相，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的了吗？事到如今，老臣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不如节省一些力气。你是认罪了？认，是我害死了南宫雁和朝阳公主，是我害死了万千将士，我是通敌叛国的卖国贼。你快死了，报应不爽。是啊，这是我的报应。呀，乖女儿，你爹我又被圣上夸了。是吗？圣上夸你什么了？哎呦，那还能有啥呀？夸我有勇有谋呗，办事可靠。哎呦喂，我跟你们说啊，以前那些嫉妒我的人，见我被圣上夸奖，那一个个的脸色别提有多难看了。哎，闺女啊，你怀上了没有？没怀上。对不起，岳父，是女婿不够努力。啊，没怀上啊？你们这个蜜月真是白度了。爹，不说孩子的事儿，你今天来的正好，女儿带你去见一个人，看你认不认识他。看到鬼刀的瞬间，叶鹏的心猛然的一跳。你让我感觉到好眼熟啊。你让我感到很陌生。你长得有些像我娘。我是男人。我说像，又不是说你就是。爹，你也不认识他吗？可我却听他叫过您的名字。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爹我的大名在京城里无比响亮，他知道啊，不足为怪。我说的不是叶姓的名字，而是上官姓的名字。小舅舅。叶鹏忽然转身夺门而出。爹，你去哪儿？回护国公府找东西，看住他，别让他跑了。你匆匆忙忙的做什么？哎呀，爹，你回来的正是时候，走，快跟我去见一个人。若琳，你慢一点儿。不能慢，不能让他跑了。爹，祖父。也不让我歇口气儿，想累死我这个老头子呀！你爹是受了什么刺激，这么着急的带我来这里？我和相公在抓红王的时候，顺便抓了个鬼面死士。鬼面死士？你们怎么不直接把他杀了？鬼面死士留着可是后患无穷的。不对，你们怎么没有把他上交给大理寺？祖父，我之所以留着他，是因为这个死士身上有种让我很熟悉的感觉，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祖父进去看一眼便就知道了。好，我便进去看一看他有什么特别的。擦不掉，擦不掉，是真的。你做什么？滚开！别碰我！鬼道，你是我的小舅舅。哎，你看这上面的人，你长得和他如此相似，尤其是这个眼角的红色泪痣啊，那更是一模一样。鬼道一眼便认出化身的少年是他年少时的模样。千白，你是千白对不对？我是你的姐夫上官振华。小舅舅，我是若琳啊，你的小外甥上官若琳。若琳，千白，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们了？那你可还记得你的姐姐叶千兰？叶千兰三个字一出，鬼道的脑袋像是忽然炸开了一般。长姐，聂娘死了，所有人都死了。千白不哭，你还有长姐，长姐会一直陪着你的。长姐，千白，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一声巨响之后，鬼道口吐鲜血，晕死了过去。千白，小舅舅，他没死，只是毒素发作晕过去了。死尸没有前尘，在成为死尸之前，死尸的主人会给他们服用一种忘掉前尘的药物，鬼道应该也服用了那种药物，方才他强行唤醒记忆，激发了体内的毒素。那毒能解吗？他体内的毒与一门的那些死尸的不一样，我暂且解不了，得先好好研究一番。爹，祖父，你们给我一些时间。好，他的毒就交给你了。我现在要给他时针压制毒素，省得他醒过来又继续发疯。